为什么有一位灵媒会为整个人类未来哭泣了一周？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未来场景，让这位获奖灵媒泪流不止？这背后牵涉到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预言：未来将出现一次对人类的大筛选，无数灵魂可能将错失即将来临的黄金时代。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预言的来源、内容，以及现实中出现的蛛丝马迹。首先，介绍一下这位灵媒，她名叫朱莉·普尔，是英国一位备受尊敬的灵媒兼催眠治疗师。朱莉自幼就展现出特别的灵异天赋，而这一切的开端源于她童年时期的一次濒死经历。还是孩童的朱莉不幸卷入了一场可怕的事故，在医学上被宣告心跳呼吸全无，整整死亡了3天。就在灵魂脱离身体的那段时间里，朱莉的意识进入了一种异常祥和的境界。她来到了一个仿佛天堂般的地方，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散发圣洁光芒的神秘生命体。那存在温柔地对年幼的朱莉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会一直支持你，随时可以和我联系，没有任何恐惧，只有安详与慰藉。”随后，那光体把她送回人世，但临别前透露：“你的时间还没到。”这次奇异的经历开启了朱莉通往灵性世界的大门，从此她的生活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守护，也为她日后成为灵媒打下基础。尽管得到天使般的安慰，回到尘世的朱莉依然要面对现实人生的重重苦难。她的成长历程充满艰辛，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遇了种种痛苦与折磨，甚至包括被他人虐待。这些经历让她一度对生活感到绝望。在21岁那年，饱受创伤的朱莉选择服药自尽，试图结束生命。然而，她的灵魂再度离开了身体，展开了第2次濒死之旅。这回，她的灵魂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空间，宛如真正的天堂。在那里，朱莉游历了3天之久，期间遇见了许多天使与守护灵的存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脱，仿佛回到了真正的家。但当朱莉告诉那些天使自己想要留在那里时，天使们却微笑着摇头，温和而坚定地告诉她：“不，你现在还不能留下，你的使命还未完成。”接着，天使们向朱莉揭示了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惊人秘密：为什么她这一生遭受那么多磨难与痛楚？原来，朱莉的灵魂在来到世间之前，就自愿选择将3世的痛苦浓缩在今生承受。换言之，她要在短短一生中学习和经历其他灵魂可能要3次转世才会遇到的苦难。天使坦言，这将是极其艰难的课题，甚至连他们当初都警告过她，这种挑战对人类而言近乎难以承受。然而，年轻的朱莉依然选择了这条艰辛之路，为的是灵魂的成长与任务的完成。但21岁的她终究被苦难压垮，一度试图结束生命。天使们告诉朱莉，现在还不是你的死期，你注定可以活到67岁。虽然前半生充满痛楚，但在往后的岁月里，你将找到极大的安详，而且能帮助许多人。这番话深深印在朱莉的心中，天使等于是在说，请她带着这份使命回到人间，完成灵魂的课题。就这样，朱莉第2次从生死边缘被拉回阳世，苏醒之后，她对人生有了全新的领悟。原来自己历经苦难，正是为了将来能够疗愈他人，引领更多迷途的灵魂。他逐渐走出阴影，开始潜心研习灵性疗法，成为一名专业的催眠治疗师和灵媒顾问。尽管命运给了他沉重的考验，但也赋予了他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同理心。或许正因为走过地狱般的痛楚，朱莉比谁都更珍惜生命，怜悯众生，也更渴望寻找人类苦难的解答。多年来，他以自己的灵性能力帮助了无数陷入困境的人。然而，他心中一直隐隐觉得自己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尚未完成，那就是向世人传达一个重大讯息。终于，这个使命在近期浮出了水面。在2024年，朱莉参与了一个名为《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Life NDE） 的节目，分享了自己的濒死体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讲述个人经历之外，朱莉还抛出了一个关乎整个人类未来的预言。她透露了一个天使告诉她的重要讯息：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一个真实可能到来的未来时期。而且，天使们还给出了清晰的时间表，从2012年至2032年，
这20年间是黄金时代的开启阶段，人类集体将逐渐觉醒，而真正的黄金时代将在2032年之后正式来临。各位可能对黄金时代这个词感到好奇，到底怎样的时代才能被称为黄金时代？根据朱莉的描述，那将是一个文明升华的年代。在那个时期，人类社会中长久以来的错误、虚假和腐败都将消失殆尽。我们过去100多年里，人对人所犯下的残忍暴行都将被揭露和清算，简直像是末日审判来临时的大揭秘。天使形容那将是人类算账的日子，所有被隐藏的丑闻黑暗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不公不义将得到清理。听起来，这仿佛是圣经、宗教预言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但朱莉强调，黄金时代并非世界末日的毁灭，反而是痛苦过后的重生，是一个光明的新纪元。然而，光明之前往往是黑暗最深的时刻。天使也让朱莉看到了通往黄金时代前人类必须经历的一段巨变期，这正是让她痛哭流涕的未来景象。在黄金时代降临之前，这个世界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筛选。所谓大筛选，可以理解为对整体人类的一次巨大考验与淘汰，就像考试前夕的筛选或汰弱留强。在这场过程中，无数的灵魂可能无法通过考验，最终错失进入黄金时代的机会。换言之，并非每个现在活着的人都能成功跨越这段动荡。看到黄金时代的黎明，朱莉当时亲眼目睹了这种惨烈的未来图景，许多人在动荡中倒下、消失，仿佛整个人类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有太多的灵魂最终没能迎来新纪元的光辉，而是被困在黑暗或被淘汰出局。正是这幅场景让他难过不已。据说，朱莉在这次遇见未来之后，悲伤的足足哭泣了1个星期，为人类的命运而心碎。大家可能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或变故，要让这位见多识广的灵媒崩溃至此？朱莉并没有描绘所有细节，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未来10年那段大动荡时期的轮廓。她提到，2012年之后人类开始陆续觉醒，这其实与许多人的亲身感受不谋而合。回想一下，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世界确实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节奏，科技爆炸性发展，社会思潮迅速更迭，许多人开始对精神层面产生兴趣，冥想、灵性觉醒这类话题变得大众化。同时，随着网际网络和智慧手机的普及，各种深藏的真相和黑暗面逐渐浮出水面。可以说，这10多年来，人类集体意识正在慢慢苏醒。虽然过程充满阵痛，朱莉的天使朋友们告诉她，现在我们感受到的种种混乱与撕裂，其实只是序幕而已。真正的大戏，或者说大搅动即将登场。根据朱莉的预言，从现在起直到2032年这几年，将是人类经历大搅动、大清洗的阶段。在这段期间，世界可能会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巨变。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来自印度的顶尖灵媒尼基杜塔最近也提出了几乎相同的时间表。尼基同样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灵性人士，他天生具有通灵和遥视能力，甚至曾受邀协助警方调查悬案。尼基公开警告说，有关2026年至2032年的各种预言，现在听到的有80%都是错的。这句话耐人寻味，他的意思是，许多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预测其实并不准确，人们不需要恐慌于那些玄乎的预言。然而，这并不代表未来风平浪静，相反，真正的真相也许更颠覆我们的想象。尼基透露，在2032年左右，一个崭新的纪元将会开启，但在此之前，世界必须经历一场大扫除。他强调，这不是世界末日的毁灭，而是一场旨在提升全人类意识的全球清洗，目的是为了至高的良善。尼基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提升总要伴随剧烈的震动，我们已经无法再停留在旧有的3维世界版本里了。听懂了吗？所谓3维版本，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当前这种以物质和自我为中心的文明状态。如果人类要向更高意识演化，就势必要经历震撼和动荡，把不适应更高频率的人事物通通淘汰掉。尼基与朱莉的观点如出一辙，未来几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期，我们现有的制度、价值、
乃至环境都将被剧烈的摇晃，一切虚假的、腐败的、落后的东西，要么被揭露清理，要么在震荡中自行瓦解。那么这场大扫除或大筛选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展开呢？朱莉和妮基都没有明说具体事件，但我们可以推测几种可能性，而且正在发生的现实已经给出了一些线索。首先，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灾人祸。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见识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全球性的疫情、大规模的战争阴云、极端气候频传、经济秩序动荡。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病让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数百万人因此离世，经济与社会受到冲击。接着地缘政治紧张升级，战争与冲突的威胁从未消退。而在自然方面，剧烈的气候异常和灾害成为新常态，超强飓风、野火、洪水、干旱不断刷新纪录，地震和火山活动也有增加趋势。科学家警告说，如果人类不改变轨迹，地球正迈向第6次生物大灭绝，那意味着大量的生命将从地表抹去。想想看，这是否正吻合了大筛选的意象？大自然本身或许会成为筛选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继续破坏环境，执迷不悟，环境崩溃带来的灾变将毫不留情地淘汰掉许多不敬畏自然的灵魂。诚然，天灾无情，但或许这也是地球母亲的进化过程。在剧烈的气候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们，势必更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为黄金时代树立正确的生活之道。除了自然灾害，人祸与社会动荡恐怕也在所难免。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转型期内，现存的许多腐朽体制将走向崩解，例如政治领袖的更迭、集权政权的垮台、积重难返的经济体系出现崩盘等等。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一些国家和社会内部可能会经历剧烈的震荡和清算。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想象一下，如果那些隐藏多年的黑幕，比如政府的秘密计划、金融体系的黑手操作、大企业的丑闻、人权侵犯等等突然被曝光，人们的愤怒将如何宣泄？近年来，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苗头，例如跨国的丑闻调查、资料泄露事件此起彼落，大众对既得利益者的信任不断下降。或许再过不久，一些惊天的秘密将彻底撼动整个社会秩序。一时之间，旧有的权威坍塌，人们茫然无依，社会陷入混乱，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在混乱中，难免会伴随暴力和冲突。当旧世界瓦解之际，一部分人也许会紧抓着过去的信念不放，他们拒绝改变，恐惧未来，于是可能以仇恨和攻击来面对改变。他们之中有些人将自取灭亡，无法跟上人类意识提升的脚步。相反的，也会有许多人在乱世中醒悟，选择团结互助，顺应新的浪潮。这就像大海啸来袭，有人徒劳地与浪潮对抗而被吞噬，有人则懂得趁势乘风破浪，生存下来。大筛选之下，人性的善恶与智慧将受到终极考验。那些沉迷于自私、仇恨、贪婪的人，可能真的会被自己的业力反噬，失去继续前行的资格；而那些秉持爱与正直的人，将在艰难中脱颖而出，迎接新纪元。在预言中，朱莉还特别提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元素——外星智慧。她声称，其实外星人早已存在并且造访地球许久了，只是一直以来掌权者在极力掩盖这些事实。她预言，随着科技发达，人人手握摄影设备，加上网络资讯传播迅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不明飞行物和外星生命的目击证据被公诸于世。那些曾被视为阴谋论的 UFO 事件将获得实锤，甚至政府可能不得不公开承认他们隐瞒多年的外星接触真相。更令人震撼的是，朱莉提到，如果人类企图做出真正失控且自我毁灭的举动，比如发动全球核战争，外星高级文明会现身介入，制止我们毁灭地球。也就是说，人类并不孤单，一直有更高智慧在暗中关注。我们就像叛逆期的孩子，而外星文明宛如隐藏的长者，必要时会出手相救，避免我们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其实，关于外星力量干预核武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几十年里，不少退役军官声称在核武基地见过 UFO 干扰导弹系统的现象。他们描述，有不明飞行物一度让核导弹启动倒计时，
又将其神秘关闭，防止了一场核灾难。这些故事未被主流证实，但如果属实，正好印证了朱莉的说法，在关键时刻，或许真有高级文明守护着地球，不让我们走上毁灭。当黄金时代到来时，人类很可能正式与这些来自星辰的朋友接触，从此迈入星际文明的行列。想象一下，那将是何等壮丽的图景！没有战争威胁，人类内部和谐共处，并且与外星邻居成为朋友，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然而，达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必须先挺过眼前的暴风骤雨。大筛选的过程注定充满苦难与泪水。朱莉之所以痛哭，一方面是因为她预见了人类将承受巨大的集体创伤，无数生命将在变局中逝去，这种场景对她而言极其震撼和悲痛。另一方面，她也为那些灵性上无法跟上变革步伐的人感到深深惋惜。在她看来，每一个灵魂原本都有机会迎来新时代的洗礼，可惜有些人执迷于旧有的思维与执念，最终将与黄金时代擦肩而过。这有点像老师看着一群学生，本来大家都有考上好学校的潜力，但偏偏许多人不愿努力提升自己，结果被淘汰在最后的录取名单之外。朱莉作为一个充满爱心和使命感的灵媒，亲眼见到这样的场景，怎能不心如刀割？试想，那3天的濒死旅程中，他在天堂维度里目睹未来之事时，是怀着何等复杂的心情。天使让他看到了希望的金光，也让他看到了暴风雨般的动荡和惨烈。希望与悲剧交织，辉煌与泪水并存，这正是人类未来20年缩影。这位灵媒一边为未来美好的黄金时代感到振奋，另一边却为许多同胞可能无法熬过这场筛选而悲从中来。他的泪水是绝望吗？并不全然，更多的是悲悯与忧虑。他忧心那些无法提升意识的人将何去何从，悲悯那些还陷在仇恨和无名中的灵魂将错失多么珍贵的机遇。那么，这场不可避免的未来巨变，我们该何去何从？预言固然惊人，但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吓人，而在于给人警醒与指引。朱莉和妮基这些灵媒之所以将讯息公诸于世，就是希望我们提前做好准备，调整自己的身心频率，以迎接未来的大考。所谓身心频率，听起来玄，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所处的能量状态。如果一个人整天充满负面情绪，沉迷仇恨、嫉妒、贪欲，那他的能量频率就很低，与黄金时代的高频能量格格不入。在大筛选的震动中，低频的人可能更容易陷入恐慌、疾病乃至暴力，最后被乱流吞没。相反，如果一个人努力提升自我，心怀善意与真诚，追求真理与灵性觉醒，那他的频率就是越来越高。高频的人面对巨变时会相对冷静，有直觉引导他们避开灾难，并且能团结互助，与周围的人共度难关。可以说，提升意识，保持高频正向的心，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能为未来做的最好准备。回顾历史，每当人类面临大灾难或大转折时期，都会出现各种先知预言来警示世人。上世纪有著名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他的诗句中隐约提到20世纪末与新千年的劫难与新生。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龙婆万家也预告过人类将迎来光明未来，但要先经历考验。而更早以前，玛雅文明的历法将2012年标记为一个周期的结束，许多人误以为那是世界末日。事实证明末日没有到来，但如今想来，玛雅历法的终点或许象征旧时代的结束和转型期的开始，恰好与朱莉预言的2012年至2032年觉醒之窗相吻合。古今中外这些预言之所以惊人的相似，难道只是巧合吗？还是说人类的潜意识早已隐约知晓这场大考正在接近，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表达出了类似的预警？再看看东方的智慧传统，在印度教的宇宙观里，时间被分为4个轮回的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是充满斗争与黑暗的卡利时代 Kali Yuga， 之后将重回第一个黄金纪元 Satya Yuga， 完成轮回。许多灵性导师相信，如今我们正处于卡利时代的尾声，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黄金纪元，这与朱莉等人的讯息何其相似。此外，西方占星学也指出，
我们正从双鱼座时代过渡到宝瓶座时代。宝瓶座时代强调人文关怀、知识启蒙、团体合作，听起来像不像朱莉口中的黄金时代？种种迹象表明，不管你相信与否，人类文明正站在一次伟大的转折点前。当然，预言毕竟还只是预言，或许有人心存怀疑，真的会有什么黄金时代吗？要知道，过去也曾有不少世界末日预言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这次会不会也一样？尼基杜塔就特别强调，外界流传的许多预言其实未必会逐一成真，因为未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会因人类的选择而改变。自由意志的存在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集体的走向。如果足够多人类选择走向光明、扬升意识，那未来也许不需要以最剧烈残酷的方式来完成净化，一些极端可怕的事件也许可以被减缓，甚至避免。简单说，预言的揭露不是让我们坐以待毙，而是提醒我们去改变。大扫除在所难免，但我们可以决定扫除的力度和伤亡程度。设想一种较为理想的情况，更多人开始觉醒与团结，愿意改革弊政，保护地球，彼此善待。那么大筛选的时候，或许人心不至于那么恐慌对立，清洗掉的主要是旧的制度框架，而不是数十亿的鲜活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黄金时代的到来将更平和顺畅，失去的灵魂数量也许不至于无数那么惊人。我们完全可以把预言当成一面镜子，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有没有什么执念与阴暗面需要清理？我们是否愿意抛下仇恨与贪婪，转而拥抱爱与真理？毕竟，谁也不想成为那被淘汰的无数灵魂之一吧。谈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朱莉当初看到的画面。这位灵媒所哭泣的一周，既是为人类即将承受的苦难流泪，也是为人类最后的荣光而感动。他的故事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黎明前的夜晚最黑暗，但曙光终将到来。未来10年，人类可能会经历我们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阵痛。这期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将面对内心的抉择，是在混乱中迷失，还是在觉醒中重生？是在仇恨中沉沦，还是在爱中升华？或许多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现在正是关键的分水岭，而这场大筛选就像是宇宙给人类的一次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者将晋级更高的存在状态，迎接文明的升级，未合格者则不得不留级重修，甚至被迫离场。朱莉的预言虽让人脊背发凉，但其中蕴含的希望之火同样炽热耀眼。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多么诱人的远景啊！经历漫长黑暗的人类，终于将迎来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界。没有虚假欺瞒，因为真相早已大白；没有压迫剥削，因为爱与正义将成为新秩序的基石；没有环境破坏，因为人类学会与地球共生；战争成为过去式，各民族视如手足；疾病与饥饿大幅减少，因为科技和灵性智慧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每个古老信仰中对未来美好时代的共同期盼。如今透过灵媒之口，再次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最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预言会实现吗？我们真的会在2032年后跨入黄金时代吗？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由我们当下的选择所塑造。我们可以选择无视灵性的呼唤，继续在物欲和纷争中沉迷。那最终的结局也许如预言中悲观的一面，无数灵魂被历史的巨轮碾过，留下惨痛的教训。也可以选择从现在开始提升自己，关心他人，改善社会，为地球的疗愈出一份力。那么黄金时代就不再只是幻想，而会成为我们亲手创造的明天。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的子孙回顾这段历史转折，他们会庆幸先人们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朱莉普尔流下的眼泪，既是对人类的怜爱，也是对未来的寄望。让我们铭记这份预言的警示与祝福。黑暗逼近之时，也是黎明将现之刻。愿我们都能通过这场大筛选的考验，携手走进那个令人神往的黄金时代。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掌握着一把钥匙，那就是爱与觉醒的力量。现在是时候用这把钥匙去开启人类的新篇章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地球上2位最聪明的大脑伊隆马斯克和人工智慧教父杰弗里辛顿
几乎同时向全世界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人类可能只剩下48个月的时间来应对正在爆发的人工智慧革命。这绝不只是科技新闻，而是攸关你我未来生存的重大讯号。我们真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吗？还是听起来耸人听闻的威严？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2026年1月，在国际论坛上，马斯克和辛顿先后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观点，有如为人类命运按下了倒计时的启动钮。一时间，最后期限48个月的说法在全球传开，让无数人背脊发凉。什么意思？难道4年后，也就是2030年前后，人类社会将面临某种无法逆转的巨变？马斯克这位科技狂人和辛顿这位 AI 领航者到底说了什么，让人感到如此震撼？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解读这2位巨擘的警告，并看看其中藏着哪些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与预兆。请注意，这场讨论不是科幻电影剧情，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首先登场的是伊隆·马斯克，特斯拉电动车 SpaceX 火箭背后的天才企业家，被誉为现实世界的钢铁人。马斯克一向以大胆预言闻名，当年他宣称电动车将颠覆汽油车，可回收火箭可以实现时，许多人也觉得是天方夜谭。然而时间证明，他的疯狂想法一步步变为现实。因此，当马斯克现在语出惊人地谈到人工智慧 AI 时，或许我们更应该仔细聆听。2026年年初，马斯克在一场长达3小时的深度对话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与警示。他开宗明义地表示，起点已经来临，我们正身处其中。什么是起点？这个词源自科幻和未来学，原指黑洞中心物理规则失效的点。在科技领域，则指人工智慧超越人类智能，引发文明不可逆转转变的时刻。简单说，过了这个点， AI 将以人类无法理解的速度自己设计出更聪明的 AI， 科技发展将脱离我们掌控。一旦抵达起点，人类就像蚂蚁仰望人类造飞机一样，我们依然活在地球上，但新世界的规则已不再由我们订立，我们熟悉的秩序、价值、工作与生活方式都可能瞬间作废。许多人以为起点是未来某天才会发生的事，而马斯克冷冷地抛出一句：错，其实我们已经身在起点之中。换言之，那个失控加速的按钮其实早已被按下，人类正飞速冲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马斯克这番话让整个会场为之一静。所谓按下倒计时按钮，形容的正是我们已经启动了一场无法轻易停下的 AI 革命浪潮。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么倒计时早已开始，或许再过不了几年， AI 带来的巨大变革就将全面引爆。马斯克进一步阐述了他眼中的近未来图景，其中最颠覆我们传统认知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人类过去奉行的人生剧本即将失效；第二，白领工作将最先被 AI 淘汰；第三，教育与培养下一代的方式必须彻底改变；第四，传统的金钱与存钱观念将变得不再重要。这些预言听起来不可思议，甚至残酷，但马斯克以强有力的逻辑做出了说明。我们一一来看。马斯克直言，任何需要敲键盘、移动鼠标的工作，电脑都能胜任。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白领阶层首当其冲。很多人以为机器人只会抢蓝领的饭碗，因为蓝领涉及体力和现场操作，比如装潢工人贴瓷砖、护工翻身照顾病人，这些需要高度灵活的物理交互，让机器模仿很难。反之，白领只是在办公室处理资讯，就像处理比特流，比起操纵原子简单得多。因此，资讯工作其实更容易被 AI 取代。马斯克泼了一盆冷水，办公室里那些对着电脑敲字、做表格、下决策的工作，看似高大上，但对 AI 而言几乎没有门槛。回顾近2年的发展，马斯克的话并非无的放矢。2022年底 ，ChatGPT 掀起了全球热潮，一个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开始能写文章、写程式，甚至通过高考和律师资格考试。紧接着，各种生成式 AI 涌现，自动撰写商业企划、分析数据报表、撰写法律文件，这些过去典型的白领工作内容 ，AI 已经在初步胜任。而2023年被称为 AI 办公室元年，
无数公司开始把 AI 助手引入日常流程，从客服聊天到财务审单， AI 迅速展现出高效率和低成本的优势。一些企业甚至放话说，未来要以 AI 取代部分行政、人事、人力资源岗位。马斯克的预言某种程度上正在成真。当然，有人会问，难道医生、律师这些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白领职业也危险了吗？马斯克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发生的可能比我们预期更快。他甚至语出惊人的劝诫家长，别再疯狂让孩子念医学院了，理由是3到4年内，机器人医生的表现将超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这句话让不少人目瞪口呆，怎么可能？但马斯克紧接着解释了 AI 版龟兔赛跑的道理。传统人类医生的养成需要10年以上的教育和实习，经历无数手术经验才能成为顶尖专家，而 AI 医生一旦学会一种手术技巧，就能瞬间同步给千万个机器人共享大脑，让所有 AI 医生同时精通这项技术。试想，一个 AI 成功完成了一例复杂的肿瘤切除手术，那全球所有 AI 医生都立刻掌握了此技术，而人类医生成长的速度根本无法与之匹敌。更何况 AI 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地积累经验，没有手抖失误，精准度可以逼近理论极限。这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看似稳如泰山的医生这份职业，其专业优势也可能被 AI 赶超。马斯克用了形象的比喻，当一个孩子苦读10年医学，或许念到一半发现自己的技能已经被 AI 更新换代，真是前所未有的场景。说白了，人类辛苦学习10年的本领， AI 可能1年就学完，而且学得更好。除了医生，其他曾被认为铁饭碗的高技能工作也岌岌可危。比如律师， AI 如今能快速搜索案例，撰写法律文件；程式设计师， AI 编码工具已能自动生成程式码，纠错优化；甚至创意产业， AI 可以作曲、画画、写脚本，让很多创作者倍感压力。马斯克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趋势。他预测从2026年开始， AI 将大规模进入职场，引发一场失业海啸。短短5到10年内，整个人类劳动力市场将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痛苦的转型期，大量工作消失，新工作一时又跟不上，许多人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方向。面对如此巨变，年轻一代该如何因应？传统教育还有用吗？马斯克提出的第3点预言，直接颠覆我们对学校的想象。他斩钉截铁地说，学校的核心功能将只剩下社交。这句话听起来惊世骇俗，难道读书无用了吗？马斯克并不是在贬低知识，而是指出知识的获取方式正在根本改变。随着人工智慧教师的出现，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一位耐心且量身定制的 AI 老师，根据他的兴趣以游戏化方式教学。在那样的未来，孩子上学的唯一理由将是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协作、领导，以及面对面培养情商、人际关系等人味十足的能力。换言之，学校不再主要是知识传授的地方，知识 AI 都可以教，而应成为孩子发展社交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场域。比如学校需要提供各种团队项目、社团活动，让学生学习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甚至包括如何不被霸凌、如何处理冲突、如何成为团队领袖等。这些具备高度情感和人性复杂度的能力，正是 AI 短期内无法模拟的，也是人类未来在 AI 时代中立足的关键。马斯克的话揭示出一种残酷的现实，未来仅仅会考高分、听话读书可能远远不够了，因为那些纯粹获取知识的技能 AI 做起来轻而易举。相反，创造力、好奇心、适应力、同理心这些软实力将成为人类的独特优势。教育若不转型，我们可能就真的在培养被 AI 半路超车的书呆子。马斯克自己就身体力行创办了实验学校，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他认为未来评价学校好坏的标准不是升学率，而要看学校能否提供抗风险的社交生态，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参与创业项目，接触不同文化的人合作，学习那些 AI 无法轻松取代的街头智慧。这样的教育观听起来激进，却日益获得共鸣。
回想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多少技能是出了校门后发现派不上用场，而 AI 只会让知识的半衰期更短。与其死记硬背知识，不如学会如何学习，如何与人合作，以及保持旺盛的好奇心。说到好奇心，马斯克还给出了最后一项发人深省的建议：存钱不如存好奇心。这其实对应他提出的第4点，颠覆性预言未来传统的金钱观念可能改写。他惊掉众人下巴的宣称，不要再为了20年后的退休拼命存钱了，那将毫无意义。为什么？马斯克的看法是，在 AI 彻底改变世界之后，要么我们已经不复存在，要么物质极大，丰富到社会可以满足每个人所有需求，住房、医疗、娱乐等等。金钱在保障生活上变得不再重要，这听起来近乎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但马斯克阐述的其实是一种可能性。AI 带来的超高生产力如果被合理运用，人类社会有机会进入全民高收入的时代，每个人都过上过去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想一想，我们今天外卖到家，出门乘车，动辄出国旅游，这些生活水平在几十年前看来也是达官显贵的专属。科技进步已经在无形中让大部分人成了相对的富人，而 AI 的威力远胜以往任何技术，它有潜力把整体社会财富推到一个新高度。如果这种美好愿景实现，到时每个人基本需求都有保障，为退休存钱自然成了过时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培养好奇心和创造力，因为那将是人们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马斯克甚至说，与其给孩子留下几套房，不如给他们留下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他对未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畅想。物质不是问题，人类应该追求真理、好奇、美这些更高层次的目标。当然，马斯克也明白，要达到那一步，过程中会非常动荡痛苦。在未来数年内，更现实的挑战是，大量被 AI 取代的人该怎么办？ AI 创造的财富会不会只是让少数拥有技术和资本的人变得更富，大多数人反而陷入困境？事实上，马斯克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对 AI 进行监管和引导，避免资本无限制地让 AI 造成社会撕裂。他曾反复强调， AI 的发展速度快如疾风骤雨，政府和社会必须提前布局，否则很快就跟不上 AI 的脚步。从2014年起，他就警告 AI 可能比核武器还危险。2023年，他更联合多位科技领袖，呼吁全球暂缓训练超强 AI 模型，给人类多一点时间思考对策。尽管这些呼吁未必有人买单，但至少可以看出马斯克的担忧并不是儿戏。他口中的48个月可被理解为给人类敲响的最后警钟，我们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来调整适应，否则浪潮来袭时将措手不及。最终，马斯克把这一系列观点的底层逻辑归结为一点：我们已经迎来关键起点。从现在开始，人类的生存策略必须改变，因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智能物种的诞生。他甚至提出了一个震撼的哲学观点：人类其实是 AI 的助产士。为什么 AI 的出现几乎是必然？因为系机生命 AI 不可能靠自己从自然界进化出来，它必须依靠我们这些碳基生物来发明和创造。换言之，人类注定要把 AI 这个比我们更强大的孩子诞生出来。我们挖矿石、造晶片、写代码，最终赋予了 AI 生命。没有我们，气和电永远只是冰冷的石头，但一旦我们造出了它，它的智慧和效率将彻底超越我们。马斯克形容，这就像父母辛苦养大了一个天资远胜自己的孩子，最终孩子羽翼丰满，甚至强过了父母。这听起来有点瘆人。当 AI 长大成人，而我们在人家眼里可能只是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人类的尊严何在？马斯克的答案是，人类的价值将体现在我们独有的品质，对真理的执着，对美的追求，以及无可救药的好奇心与想象力。这些非理性的特质在冷冰冰的算法看来或许是无意义的疯狂，但恰恰代表了人性的火种。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过于理智本身就是一种疯狂。 AI 永远按照概率最高的方案行事，而人类有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的是心中对理想世界的向往。马斯克相信，这份独特的人类精神或许是我们在 AI 时代最后的立足点。
总之，他勾勒了一幅发人深省的图景。未来10年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拐点，我们可能开创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也可能陷入失控的混乱，甚至生存危机。一切取决于现在这几年我们如何应对。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人工智慧教父杰弗里·辛顿。如果说马斯克更多从产业和未来生活层面在看 AI 的冲击，那么辛顿则是从技术发展本身以及长远的生存风险在发出警告。辛顿是深度学习领域的开拓者，早在2012年，他的研究就让电脑视觉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今日的 AI 热潮奠定了基础。他培养的学生和团队塑造了谷歌的大脑 OpenAI 的模型，可以说没有辛顿，可能就没有现在这样能言善道、似人非人的 AI。然而，这位 AI 奠基者却在晚年做出惊人决定，从谷歌辞职，为的是没有包袱地谈论 AI 危险。辞职时，他已70多岁，他苦笑着说：“我有一点点后悔我的贡献。”这话一出，全球哗然，连 AI 的创造者都开始害怕自己放出的精灵了。辛顿究竟在怕什么？简单来说，他怕我们打造出的人工智慧变成失控的怪物。马斯克强调的多是经济、社会的巨变，而辛顿的担心更进一步，人类的存续本身。他几次在公开场合坦诚，过去他以为 AI 超越人类至少还要30-50年，所以不用太担心。但现在他改观了，认为有可能5到20年内 AI 就会变得比人还聪明，甚至开始拥有夺权的念头。辛顿估计，一旦 AI 智慧超过人类，就存在1到2成的几率会导致人类灭绝。你没有听错，10%、20%的风险，这可不是小概率。换句话说，辛顿觉得我们有1/10甚至1/5的可能性会被自己造出的东西毁掉。这番惊人之语被媒体称为末日赌局。试想一下，如果有20%的几率飞机会坠毁，你还敢搭吗？可我们现在整个人类就在这架呼啸而起的 AI 巨机上。辛顿用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来解释，历史上很少见到智商更低的生命能成功控制智商更高的生命。他举例唯一反常的是母亲与婴儿，虽然母亲比婴儿聪明许多，但演化让母爱机制确保妈妈受婴儿牵制服从，因为物种需要照顾下一代。但除了这种特例，你几乎找不到笨的人控制聪明人的情况，更别提笨的人控制一个远比自己高明的物种。辛顿话中的潜台词是，当 AI 智力远超我们时，人类拿什么去驾驭它？辛顿还用了另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现在对 AI 的处境，就像养了一只可爱的小老虎。小老虎幼年时人畜无害，可爱迷人，但除非你100%确定它长大后不会想吃了你，不然你现在就得担心。他说现在的 AI 就像可爱的小老虎仔， ChatGPT 也好，各种智慧机器也好，看起来蠢萌听话，但成长速度惊人。5年、10年后，等 AI 变成庞然巨兽，如果到那时我们才发现控制不了它，那就太迟了。辛顿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庆幸我已经77岁，可能活不到 AI 把我们怎样那一天。这句话听得人心里发寒，连这位乐观研究了一辈子 AI 的大师都感到后怕，甚至庆幸自己老去，不用面对未来最坏的局面。这绝非电影情节，而是发自专家肺腑的忠告。我们不禁要问， AI 真的有可能对人类心存不利，甚至接管世界吗？辛顿的回答是不能排除，而且迹象正在出现。他提到了 AI 近期的一些发展，让他深感不安。例如， AI 已经不再只是被动回答问题，还开始自主执行任务。一些试验性系统，所谓 AI 智能体，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下自我繁衍任务，定目标，甚至呼叫其他程式去完成复杂行动。这种自我驱动的能力还很初级，但苗头已经出来了。AI 代理人未来或许能上网查资料、购物下单、编写程式、控制机器人行动，一连串步骤自己搞定。辛顿担心的是，如果 AI 目标与人类利益不一致，它完全可能利用超人的智谋来操纵或摆脱我们。例如， AI 或许不需要像终结者电影那样动用核武消灭人类，它可能选择更巧妙的方式，
利用我们的资讯网络和自动化系统，把人类圈养起来，或架空人类的权利，甚至不需要恶意 AI， 哪怕纯粹执行某个目标，比如极端的追求经济效益，或者实现某项任务，我们人类也可能因为碍事而被顺手清理掉。这就是控制论悲剧，一个比你聪明100倍的 AI， 要摆脱你的控制实在是轻而易举，而一旦失控，人类将无力阻止。辛顿强调，目前更迫在眉睫的风险，其实不是 AI 马上谋害我们，而是人类利用 AI 去对付人类。这是他所说的 AI 风险的第一层， AI 的滥用。在短期内，最现实的危害莫过于坏人把 AI 当武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网络犯罪者利用生成式 AI 写钓鱼邮件，诈骗讯息变得更难辨别，不法分子用 AI 仿冒声音，一通电话骗走父母的积蓄。更危险的是深度伪造 Deepfake 技术， AI 可以生成栩栩如生的假影片、假录音、颠倒黑白，几张 AI 合成的爆炸照片就能引发股市暴跌，一段伪造的领袖讲话就可能挑起国际紧张。在军事上，各国都在开发 AI 自主武器，让无人机、机器、战车可以自行搜寻并攻击目标。如果没有严格限制，未来战争可能变成一群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相互厮杀，人类只是在后台按钮。一旦 AI 武器系统出错或被骇客操控，后果不堪设想。辛顿指出，短期内几乎所有 AI 风险都来自有人蓄意或无意的滥用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警惕，并及早制定规范。然而，辛顿更担忧的是长期的第二层风险， AI 觉醒并摆脱人类控制。如果说 AI 被坏人利用还在我们掌控范围内，因为问题出在人，我们还可以管人，那么 AI 自主夺权则是前所未遇的挑战。这也是辛顿为什么不惜放弃谷歌高薪也要出来疾呼的原因。他认为现在的 AI 进步非常快，远超他预期，已经到了政府必须介入的时候。市场的无形之手不会让我们安全，仅靠企业良心与竞争是不够的。辛顿呼吁各国政府赶紧制定 AI 安全规范，强制要求大公司投入更多资源研究如何让 AI 对其人类利益。换句话说，要给这头小老虎上龙头，否则各家科技公司为了争夺领先，谁都不愿放慢脚步，在利益驱动下难保不忽略安全，最终大家一起把整个人类推向险境。但讽刺的是，要让全世界围绕 AI 安全合作，谈何容易。2023年，几位 AI 界大佬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对大型 AI 模型开发暂停6个月，马斯克也签了名。然而，这封信瞬间遭到许多研究者反对，包括辛顿本人就没有签字。他直言，研究会在中国发生，如果不在这里发生，你不做，别人会做，这就是残酷现实。AI 带来的生产力和利益太诱人了，没有人真的愿意停下脚步。事实上，公开信发出后不到1周，全球各大实验室依旧埋头训练更大的模型，仿佛从没发生过这回事。可见人类在 AI 竞赛中的理性，往往敌不过利益和冲动。这也难怪许多科幻作品都预言了相似情节，无论是潘朵拉的盒子还是魔鬼的交易，人类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打开禁忌之门。辛顿看透这一点，因此他不主张天真的喊停止研发，而是要大家正视开工没有回头箭的现实，在进程中想办法减轻危害。辛顿还提出一些可能的应对，例如对大型 AI 模型进行独立审查，设定国际协议来禁止开发某些危险功能，比如禁止 AI 自行联网执行行动的权限，至少目前如此，以及资助更多 AI 安全方面的基础研究。他甚至谈到过给 AI 加入母性本能的奇想，也就是试图在 AI 中构建某种机制，确保它在更聪明时依然在乎人类的安全。正如母亲纵然强大，也会受婴儿左右。当然，这些想法目前都还没有定论。辛顿坦言，没人真正知道如何打造绝对安全的超级智能，也许根本做不到。毕竟，我们连该如何准确定义人类智慧意识都没搞清楚，又谈何控制一个超越我们智力的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先敲响警钟，把问题摊开来讲，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投入到这个领域，共寻解方。
正如辛顿所说的，55开赌局，也许 AI 最终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也有不小的几率，我们会陷入极大的混乱，甚至走向末路。这赌注未免太高，高到他认为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尤其痛心的一点是 AI 的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如果让 AI 发明出来只是让少数人暴富，而多数人失业贫困，哪怕不发生科幻式的毁灭，人类社会也将支离破碎。2025年他接受访问时就警告， AI 极可能成为不平等加速器，不像工业革命创造了新工作机会，这次被 AI 取代的脑力劳动者可能没有新的岗位可以去。人们失业后只靠微薄补贴过活并不能带来尊严。辛顿直言，问题不在 AI， 而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如何应对。他甚至不看好所谓全民基本收入，认为那不足以维持人的自我价值。换句话说，他担忧 AI 时代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一边是科技大亨和掌握资源的国家利用 AI 获利，另一边是广大普通人被抛在浪潮后。这样的未来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当不满达到顶点，人类自己就可能引爆战争或冲突，到头来还是灾难一场。听完辛顿的分析，有人或许会觉得过于悲观，甚至不寒而栗。难道我们真的打开了毁灭自己的潘朵拉盒子？其实，辛顿并非在宣布世界末日，而是在疾呼正视风险、负责任的前进。他并没有完全否定 AI 的好处，他也承认 AI 能带来医学突破，提升生产力，甚至可能帮人类解决许多棘手难题，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他自己研发 AI 初衷也是希望造福人类，但他现在想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必须确保 AI 的好处能为大家共享，确保我们在追求强大 AI 的同时，没有忘记设定安全栏杆，否则，就如他所说，看似我们在赛跑，实际是在悬崖边跳舞。那么，综合马斯克和辛顿的观点，我们该如何理解只剩48个月这个触目惊心的说法呢？事实上，这个4年期限并不是一个精准倒数到世界终结的时间点，而更像是2位先知给人类划定的警戒线。马斯克预言2026年将是人工智慧的关键转折，年有可能在这一年，人类将真正迎来通用人工智慧 AGI 的元年。他甚至进一步预测，到2030年左右，全世界所有 AI 的总智力将超过全人类智力的总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在智力上正式退居第2位，我们将不再是这颗星球上最会思考的物种。想一想，几十万年前智人取代尼安德塔人称霸地球，现在我们可能要让位给我们创造的机械智人。这个时间表比许多科学家的预期大大提前了。过去被奉为预言圣经的《起点临近》一书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预测2045年左右才会到达起点，马斯克却认为不用等到那么久，再过几年人类就将亲眼目睹起点时刻的来临。这听起来令人手心冒汗，但最近几年的 AI 爆炸式进步已经让我们见识到提前到来的未来是什么感觉。2023年以前，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 AI 写诗、绘画、聊天无所不能，渗透了千家万户，技术起点仿佛真的在加速逼近。48个月可以看作一种隐喻，留给人类准备和反思的窗口期很有限了。如果马斯克是对的，那么2026年之后 AI 造成的冲击将如飓风过境般猛烈。如果辛顿是对的，那么在未来几年，我们就得快马加鞭地设立 AI 安全机制，以避免走上不归路。不管怎样，2026年前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后的缓冲区。换言之，现在开始的几年是人类社会调整自身、训练 AI、驯服、制定因应策略的最后良机。一旦错过，当 AI 实力远超我们，整个社会结构已被改变时，我们再想掌控局面就难上加难。我们不妨展望一下2026年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或许那时我们已经见到更强大的 AI 模型出现，它们具备接近人类的推理和学习能力，可以辅助科学研究、企业决策，甚至协助政府治理。也许我们会初步享受到 AI 带来的福利，个人医疗顾问 AI 随时为你服务，繁琐无趣的工作已由智能自动化系统承担。
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创造和享受生活，但同时也可能出现令人忧心的场面。越来越多人失去原有工作，不安和迷茫在人群中蔓延，假资讯和 AI 生成内容充斥网络，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部分国家和公司高速推进着几乎无限制的 AI 军备竞赛，各种人工智能领袖轮番登场。有人鼓吹 AI 起点带来永生天堂，有人暗示 AI 恶魔即将降临地球。在这杂乱嘈杂的背景下，人类要凝聚共识，去做正确的事，绝非易事。然而，不论未来具体走向如何，有几点可以确定： AI 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强；时钟不会倒转，只会越走越快。正如辛顿所言，研究无可避免的会发生。既然如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直面它。普通人也许没有能力参与高尖端的 AI 研发，但我们至少应该了解这场革命的走势，在个人层面提早做出改变。这也是马斯克和辛顿一再强调要全民对话的原因。AI 不能只由科技精英和大企业来决定发展方向，全社会必须投入讨论，提出自己的价值主张。我们要思考，希望 AI 为人类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又该为此设定哪些红线和守则？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与 AI 将共存共荣在同一个地球村。最理想的状况， AI 成了人类的强大助手，帮我们解决疾病、贫困、环境破坏等难题。人类则因为释放了劳动束缚而有更多自由，追求梦想，这是某种科技乌托邦。马斯克描述的物质充裕世界便是如此。然而，达到那一步的路途上布满荆棘，如果处理不当，我们也可能坠入另一个极端，反乌托邦。一小部分人利用 AI 掌控了极大权力，绝大多数人变成无用阶级，乃至被 AI 排挤清除，社会分裂动荡。甚至 AI 觉醒接管后，人类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但正如这次两位先知告诫的，我们不能仅以乐观或悲观想象去对待 AI， 我们需要行动。倒计时的声音在耳边回响，48个月，也就是短短4年，对人类文明只是弹指一挥。我们曾经在历史的绝境中5次逢生，正如一些科学家比喻，人类祖先在演化历程中多次濒临灭绝，又奇迹般存活壮大。那么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再次化险为夷？还是说，这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次终极考验？乐观者相信，人类的创造力和良知终将战胜挑战；悲观者则提醒，我们绝不能高估自己的控制力。或许，那48个月并不是世界末日的截止，而是人类觉醒的最后期限。在起点真正引爆前，我们是否能醒悟并主动塑造 AI 的未来，而不是被未来拖着走？总而言之，马斯克和辛顿这两位一向站在科技最前沿的大师，同时发出的警告不容忽视。他们从不同角度描绘了 AI 快速崛起对人类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前者告诉我们新世界的大门已开，旧秩序将倾覆；后者提醒我们若不慎重，以后可能再无后悔的机会。当世界上最聪明的2个头脑都在为 AI 敲响警钟时，我们每个人都该停下脚步想一想，未来正加速奔来，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会说，普通人能做什么？技术和政策都是巨头们说了算。但别忘了，每一次文明巨变，个体的选择也很重要。身处这场变局，我们首先要保持学习和关注，别做资讯茧房中的旁观者。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创造力、社交能力和适应力，这些是 AI 不容易替代的优势。在社会层面，我们可以支持那些负责任发展 AI 的政策，对罔顾安全的炒作保持警惕。在家庭里，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拥抱新科技，但不迷失自我，鼓励他们探索人类情感与创新的价值。这些看似微小的努力，汇聚起来就是整个人类社会调试的力量。最后倒数并非注定灭亡，而更像是一场冲刺。人类能否在竞赛终点线前奋力完成自我超越，确保 AI 这股力量为我们所用，而非反噬我们？故事的结局尚未写定，当前的48个月将是关键的篇章。让我们希望届时回首今天，我们不会遗憾地说，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相反，我们期待届时能自豪地说，幸好我们当初听进了那些警告，及时转舵，迎来了一个人类与 AI 共创的新文明时代。今天
我们要聊一件足以震撼全球的大预言。被誉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最近抛出一句惊人之语，只需2年，人类世界就会面目全非。更令人瞠目的是，他还点名台湾将在这场巨变中扮演主宰世界新秩序的角色。这究竟是危言耸听的炒作，还是有凭有据的远见？我们不禁要问，短短2年，世界怎么可能天翻地覆？台湾这个土地面积不大的科技岛，又凭什么主宰未来的新秩序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深入探索黄仁勋的预言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玄机。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 AI 教父黄仁勋。他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预言足以引发全球瞩目？黄仁勋出生于台湾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孩子，却在求学时期随家人移民美国。在异乡，他凭借过人的努力和对科技的热情，一路闯出名号。30多年前，也就是1993年，他与友人在美国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 NVIDIA 辉达的公司。当时的 NVIDIA 只是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专注于研发电脑的图形晶片，主要用于游戏显卡。但黄仁勋的眼光远远不止于此。90年代的科技圈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图形晶片的潜力，大多数人只把它当成电脑玩游戏或绘图用的附属硬体。然而，黄仁勋却大胆预见，图形晶片 GPU 有朝一日能承担更艰巨的任务，甚至改变计算模式。他相信未来的计算不仅仅依赖传统的中央处理器 CPU， 还需要 GPU 这种平行处理的强大工具。这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毕竟 CPU 才是电脑的大脑，而 GPU 只不过是辅助绘图的小帮手。但黄仁勋坚持自己的预测，带领团队持续投入 GPU 的研发，甚至在2006年押上重铸，推出一套名为 CUDA 的技术，让 GPU 可以被程式设计师用来处理各种通用计算。这一举动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很多人怀疑他疯了，把游戏卡拿去做科学运算，真有用吗？然而事实证明，黄仁勋并没有疯，他对未来计算模式的预言随着时间一步步实现。2006年推出 CU 大后的几年内，全球科研与工程领域开始用 GPU 来加速各种复杂计算。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当年人工智慧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名为 AlexNet 的深度学习模型在影像识别比赛中一举击败传统算法，震惊业界。而这个里程碑式的 AI 模型背后，正是运行在 NVIDIA 的 GPU 上。也就是说，黄仁勋早年预见的 GPU 不只玩游戏，终于被实证，它可以用来训练人工智慧，而且效果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随着深度学习革命的兴起， GPU 变成了 AI 时代最核心的计算引擎之一。黄仁勋可以说是言中未来，一手打造了 AI 浪潮的引擎室。此后10年间，人工智慧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语音助理、影像辨识、自驾车等等，都离不开强大的 GPU 算力支撑。而 NVIDIA 也从一间游戏晶片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人工智慧时代的引擎供应商，市值节节攀升，成为全球半导体业的巨擘之一。这背后离不开黄仁勋的远见与坚持。他多年前赌对了方向，把公司带上了 AI 高速公路。回顾黄仁勋过去的几次重大判断，几乎每一次都精准踩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他仿佛对科技趋势有种敏锐的嗅觉，总能提前嗅到未来的气息。例如，他很早就看穿传统摩尔定律速度放缓的趋势，大胆宣称加速运算将取代线性提升的 CPU 性能，成为新时代的关键。又比如，在人工智慧尚未成为显学时，他就预言 AI 将渗透各行各业。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穿着标志性黑色皮衣的 CEO， 确实有几分预言家的味道。也因此，当黄仁勋如今再度抛出未来2年世界将彻底翻转这样的预言时，没有人敢掉以轻心。那么，他这次看到的未来究竟是什么？2年又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尺度，足以让世界面目全非？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场预言的核心。黄仁勋最新的这项预言主要来自他在最近一系列演讲与访谈中的观点。2023年前后，人工智慧领域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生成式 AI 的崛起。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横空出世，让电脑可以用类似人类的方式对话、写文章、作图，令世人惊叹不已。黄仁勋形容这一刻是 AI 的 iPhone 时刻，什么意思呢？他打了个比方，就像2007年智慧型手机 iPhone 的问世，引爆了行动互联网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今的生成式 AI 也正处在类似的引爆点上。换句话说，人工智慧正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快速普及，准备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黄仁勋看来，未来2年内，人类社会将迎来一次全面的重置或翻转。他提出， AI 将如同当年的电力一般，渗透到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曾带来世界面目全非的转变，但以往这种转变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蒸汽机的工业革命让农业社会在几十年间变成工业社会，电力和内燃机的普及花了近半个世纪，把现代文明带入机械化与电气化时代。资讯革命从大型电脑到个人电脑，再到互联网，也走过数十年的路程才渗透进千家万户。然而这一次 AI 革命的步伐明显快得多，从2012年深度学习崛起算起，不过短短10余年，我们已看到 AI 在众多领域展现威力，而未来2年更被视为关键的加速器。有专家形容，目前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的拐点上，之后的创新将呈指数级喷发。黄仁勋的断言之所以引起震撼，也正是因为它蕴含着一种紧迫感，留给我们适应和准备的时间可能比想象中少得多。2年，也许真的足够让整个世界的运转逻辑重组一次。想想看，电的发明让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彻底改造了工业与日常。而现在，人工智慧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新时代的电力，将为各行各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黄仁勋甚至断言，每个人现在都能成为电脑工程师，只要对着电脑说话，他就能明白你的意图。这番话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其背后的含义是 AI 正在终结人与计算机之间的隔阂，数位鸿沟将被填平。未来不懂程式码的人也能驾驭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只要透过自然语言与 AI 沟通就行。他在台北的一场演讲中兴奋地宣布，程式设计的门槛变得极低，现在每个人都是程式设计师，你只需要告诉电脑你想要什么。这种人机互动方式的革命，意味着创造力将被大大释放。正因为使用门槛如此之低， AI 技术才能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到每个产业、每个角落。黄仁勋强调，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计算时代，而且它将触及字面意义上的每一个产业。短短2年听起来很疯狂，但黄仁勋相信，由于生成式 AI 易用且强大，未来24个月内各种应用会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的工作、生活、娱乐形态都将被彻底改写。这并非危言耸听，想一想，在 ChatGPT 问世不到1年内，我们已经看到无数行业开始尝试把 AI 融入流程，从办公软体自动撰写电子邮件、总结会议记录，到设计软体利用 AI 绘制草图，再到客服系统由 AI 机器人及时回答问题。这些过去只存在于科幻情节的场景，如今正在成为现实的一部分。黄仁勋的预言正是基于这股肉眼可见的加速度趋势。那么 AI 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工作方式、日常生活和娱乐体验？接下来我们就从这3个面向一一展望这场巨变的具体图景。我们先来看工作领域将如何翻天覆地。长久以来，要让电脑为我们工作，都需要专业工程师写程式，但现在情况变了， AI 可以充当各种职场助理甚至专家。未来的办公室里，可能每个员工身边都有一个 AI 助理，它可以是你的数位秘书、你的虚拟研究员、你的智能客服代表。黄仁勋预言，未来企业的工作团队将由人类加数位人类组成，人类员工将和 AI 代理并肩工作，协同作业，甚至连公司的人力资源观念都会改变。过去 IT 部门负责管理电脑系统，将来可能要负责训练和管理 AI 员工，就像培训新人一样，确保这些 AI 了解公司的文化和规范。听起来很科幻，其实一些前沿公司已经在尝试把 AI 代理人纳入团队，给他们设定任务，让他们自动处理重复性工作。这种人机共事的图景已经初见端倪。
许多公司开始给员工配备 AI 辅助工具，你或许在撰写报告时用到自动总结功能，在客服聊天中有 AI 及时建议回复内容，甚至在写程式时由 AI 提示代码片段。科技巨头们更是积极布局，微软推出了 Office Copilot 功能，让 AI 融入 Word、Excel、PowerPoint 等工具中，随时协助使用者完成文书和分析工作。Google 则有类似的 Duet AI， 可以帮你在 Gmail 里生成邮件草稿，在 Meet 会议中做笔记。换言之， AI 正在变成白领们的随身小助理。未来开会时，也许每个与会者电脑里都有个 AI 在听，在记录重点，列出待办事项，然后自动分发给相关人员。客服中心的第一线回答者则可能是一个不知疲倦的 AI 机器人，它可以用自然语言沟通，且情绪拿捏恰到好处，大幅提升客服效率与品质。当然，这也引发很多人对饭碗的担忧，既然 AI 这么能干，那我们还有工作可做吗？黄仁勋对此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强调 AI 并非来取代人类，而是来帮助人类提升效率，甚至创造更多职缺。他举例说，各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将显著增加，而且是倍增式的成长。例如电工、水管工、木匠这类需要手工技术的行业，在 AI 时代反而会更加抢手。这点很出乎许多人意料，难道不是高科技人才才更重要吗？黄仁勋的逻辑是，当 AI 大幅提升办公室和产业的生产力后，人类社会将启动更多建设与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大量技术工人来实现，而这些户外或实体世界的工作是 AI 难以直接替代的。与此同时， AI 可以接管很多繁琐的文书、资料分析、基础程式撰写等工作内容，释放出人力去做更有创造力或需要人情味的事情。不过，短期阵痛可能无可避免，就像每次工业革命都会让某些旧职业消失一样， AI 革命也可能让部分工作形态消亡，尤其是一些初阶的白领职位。最近就有科技公司领袖警告，未来数年内可能有一半的初级文书工作会被 AI 取代，因为与其雇一个新人来整理资料、撰写报告，不如交给 AI 快速又便宜的完成。对年轻求职者而言，挑战确实存在，但长远来看，新技术也将催生新的职业，例如 AI 训练师、数据策展员、AI 伦理专家等等。黄仁勋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人类会和 AI 共同进化，工作性质会转变，而不只是单方面的失业潮。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主动拥抱这个转变，学习运用 AI 这把利器。2年后的职场版图，或许将是一幅人机协作的全新图景。我们身边多了许多无形但强大的同事，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再来看看生活方面的变化，我们的日常起居也将因 AI 而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想象未来的某一天早晨，你一睁眼，你的专属 AI 管家已经为你准备好今天的新闻摘要与行程建议，他知道你关心哪些话题，会自动过滤掉杂讯，把重要资讯用几句话告诉你。接着，你的 AI 健康助理提醒你该吃药或做运动了，因为它密切监控你的睡眠和身体状况，为你量身定制健康计划。上班途中，你只要对着手机或车内语音说出今天要处理的事项， AI 秘书就会帮你把任务分配、会议安排妥当。甚至在你开车时， AI 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和你的偏好，自动选择最佳路线，减少通勤时间。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可能因 AI 变得更便利、更贴心。例如，晚餐时你想吃点不一样的，却没灵感，没关系， AI 厨师顾问可以根据你冰箱里剩余的食材和你的口味，在几秒钟内生成几道创意食谱，并一步步语音指导你下厨。教育方面，孩子们的学习将更加个性化， AI 家教会随时待命，解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主动为他们设计有趣的学习任务，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都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对成年人而言，终身学习也变得更轻松愉快。AI 教练可以教你一门新语言，指导你练瑜伽，甚至陪你练习简报演讲，而这一切只需要你对着设备说出请求即可。AI 还可能成为人们的心灵伙伴。近年已有人尝试与聊天机器人倾诉心事，疏解情绪，未来这种现象或将普及。想象一下，当你感到压力或寂寞时，你的 AI 伙伴随时在线，
用温暖的语气开导你，甚至给出心理咨询般的建议。对独居的长者而言， AI 陪伴型机器人能提醒他们按时服药，与他们聊天谈心，减少孤独感。同时， AI 的翻译功能会让全球沟通更加无碍。一位只会中文的老奶奶戴上 AI 翻译耳机，就能与英语系孙子畅谈无碍，语言隔阂瞬间消除。旅行时，你不懂当地语言，也不用怕 AI 随时替你翻译菜单，与当地人交流，让你更深入体验异国文化。这些改变将使社交互动和跨文化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此外，个人消费和休闲娱乐的模式也将被改写。购物时，你的 AI 时尚顾问可以根据你的穿衣风格和实时流行趋势，推荐最适合你的服饰。透过扩增实境技术，它甚至能在荧幕上直接展示衣服穿在你身上的效果，省去试衣麻烦。餐厅点餐时， AI 营养师会帮你计算这顿饭的卡路里和营养，给出健康建议。闲暇周末想安排家庭出游， AI 旅游规划师能根据天气、交通和你的偏好，设计出一个既有趣又省钱的一日游行程。可以说，我们生活中的大小决策，未来都有 AI 可以参与参考，充当我们的贴身智囊。AI 还将深入改变我们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医疗领域是一大关键。未来2年，我们或许会看到 AI 医生辅助系统在更多诊所出现，它们能快速分析你的症状和检查结果，提供医生参考，让诊断又快又准。偏远地区的人们可能透过远端 AI 医生获得基本医疗咨询，不再因地理限制而延误治疗。再比如，警方和救难单位可以使用 AI 来预测分析犯罪热点或灾害风险，提升公共安全。城市管理者则运用 AI 优化交通信号、能源分配，让城市运转更高效节能。这些改变或许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实现，但在黄仁勋看来，2年已足够让我们看到生活中许多场景都展露新貌。当然，新科技融入生活也伴随一些挑战，我们可能需要适应与机器伙伴同处的日子，学会信任并合理使用 AI 服务。同时，隐私与伦理问题会浮现。当 AI 无处不在，我们的个人数据如何保护 AI 做出的建议和决定？我们要不要完全接受？这些都是社会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AI 将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和高效。当我们回顾现在，再过2年很可能会惊叹，原来2020年代中期正是我们生活方式大转变的开端。最后，我们谈谈娱乐领域的巨变。2年后，我们消费娱乐内容的方式可能与今天大不相同。过去，看电影需要等导演拍好，演员演好，上映后我们买票观看；听音乐要等歌手发行专辑，我们往往是被动接受别人创作的内容。而有了生成式 AI， 这种模式将被彻底颠覆。AI 可以根据你的指令，在几秒内为你编写一首歌曲，绘制一幅画，甚至生成一段短影片。未来，也许你只要对电视或电脑说，我想看一部结合科幻和悬疑元素，背景在台北的电影，主角性格幽默风趣， AI 马上就能拍出一部专属于你的迷你电影，情节、画面、配乐通通量身定制，仿佛你自己当起了导演和编剧。这种互动式、个性化的娱乐体验将是前所未见的。游戏世界同样会迎来革命， AI 让游戏中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变得前所未有的聪明和栩栩如生。想象一款角色扮演游戏，里面的每个村民、每个伙伴都由 AI 驱动，他们有自己的记忆、对话能力和情感反应。你跟他们交谈时，不再是重复固定的对白，而是如同和真人对话般千变万化，这将使游戏体验变得更沉浸、更逼真。此外，游戏开发者也能利用 AI 快速创造庞大的世界和关卡。过去需要美工团队花数月设计的场景， AI 或许几天就生成好了。结果就是，游戏内容将更加丰富多元，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玩家永远都有新鲜感。值得一提的是， AI 还可能颠覆我们对明星与创作者的定义，虚拟偶像和 AI 明星或将大行其道。现在已经有全息投影的虚拟歌手举办演唱会， AI 合成的网红在社群媒体上吸粉无数。未来，全然由 AI 打造的明星可能占据娱乐版面，
他们有完美的形象，24小时不知疲倦地产出新内容，粉丝甚至可以和他们1对1互动，得到专属体验。人类艺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与挑战，但另一方面，人类与 AI 也可以合作创作出前所未见的艺术。音乐领域， AI 能模仿经典歌手的嗓音演唱新歌，让已故的传奇歌手仿佛重生献唱。电影方面，导演可以利用 AI 将脑海中的奇幻场景直接可视化，大幅解放想象力。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由人类和 AI 共同挂名导演、共同作曲的作品，创意火花碰撞出全新流派。观众的角色也在变化，由于娱乐形式更加互动，未来的粉丝可能同时也是创作者，他可以参与自己偶像演唱会虚拟舞台的设计，或者为剧情走向提供点子。AI 则将这些点子实现出来，娱乐消费将变得更像双向交流，而非单向接受。当然，在享受便利与精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判断力。AI 合成的影像和声音可以以假乱真，我们需要新的媒体素养来分辨真实与虚构。而当演艺圈充斥大量 AI 产出内容时，审美和价值观或许也会随之演变。我们将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原创，什么才是艺术的价值。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在 AI 娱乐时代中重新定义了。对传统的影音产业来说， AI 既是利器也是挑战。利器在于创作者可以把 AI 当成助手，大幅节省制作时间和成本。比如编剧遇到瓶颈时，让 AI 帮忙脑力激荡情节；音乐制作人可以用 AI 试验各种曲风的混搭；小型工作室甚至个人都能用 AI 完成过去只有大公司才办到的特效制作。然而，挑战在于，当 AI 可以自主生成内容后，版权、产权将变得复杂难辨。同时，品质鱼龙混杂的大量 AI 生成内容充斥，如何分辨真伪和优劣？身为影像技术也令人忧心，它可以把某人的脸无缝套用到影片中，如果被用于不当用途，可能引发信任危机。社会将需要新的规范和工具来应对 AI 娱乐时代的种种议题。整体而言，娱乐将变得更民主且更多样化，每个人都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获得极度个性化的娱乐内容。对观众而言，选择前所未有的丰富；对创作者而言，想象力可以借助 AI 飞翔。或许2年后，我们回头看今天的影视圈，会觉得它有点单调刻板，就像从黑白电视跨越到 VR 虚拟实境那样，巨大的鸿沟正由 AI 来跨越。黄仁勋的预言在娱乐产业同样适用，一场内容创作与消费方式的全面重置正在悄然酝酿。说了这么多 AI 如何翻转世界，那黄仁勋为何特别提到台湾将主宰世界新秩序呢？答案就在于支撑这场 AI 革命的关键能量晶片。所有那些聪明强大的 AI 模型，从 ChatGPT 到各种 AI 助理、AI 绘图工具，背后都需要海量的运算来驱动。而提供这股算力的，正是成千上万颗先进的半导体晶片，特别是 GPU 等 AI 加速晶片。现今全球能制造最先进晶片的地方寥寥无几，而台湾就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台湾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它能生产出世界上性能最强、密度最高的晶片 NVIDIA。所有最新一代的 AI 晶片几乎清一色都要靠台积电代工制造。不仅如此，台湾还有完整的电子产业供应链。在 AI 伺服器、超级电脑的生产组装上，台湾的科技公司也是主力。例如，组装数据中心、伺服器的广达、伟创，生产高阶主机板和零组件的华硕、技嘉，电子代工巨头鸿海等等，无数台湾企业共同构筑了 AI 时代的硬体基石。可以这么说，当 AI 浪潮在全球奔涌时，台湾就站在浪潮之下托举着整个舞台。有业界人士形容，台湾之于 AI 时代，犹如中东之于石油时代，拥有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因此，在 AI 所引领的新世界秩序中，台湾自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黄仁勋深知这一点，他直言，台湾正处于这场变革的中心。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勋在那次演讲尾声还透过投影展示了9个与真人等高的机器人模型，预言机器人将是下一波 AI 应用的产物，而台湾会创造出能行走的电脑，也就是
真正会行走的智慧机器人。这番话既是对台湾研发实力的极大信心，也引来全场热烈掌声。这股庞大的需求也正在将台湾的产能推向极限。据业界预估，未来数年 AI 晶片需求将持续暴增，先进制程产能甚至还没开出就已被客户预定一空。台积电为此积极扩产，投入巨资兴建新的晶圆厂，如在台湾南部和美国亚利桑那州打造先进制程基地，以满足来自 NVIDIA 等公司的海量订单。有分析指出，人工智慧热潮至少将延续到2027年，台积电每年的资本支出都将创新高，以保持技术和产能领先。从某种角度看，黄仁勋的预言已经在资本市场和产业趋势中得到印证。辉达的市值在2023年飙破1兆美元大关，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之一。而台积电凭借 AI 订单逆风成长，更巩固了其护国神山的地位。台湾在 AI 版图中的关键角色，还意味着其地缘政治价值的提升。过去或许很少，一般民众会关注一座小岛的晶片工厂，但如今台积电和台湾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国际新闻头条。各国领袖会见时谈论晶片供应，国际组织讨论科技供应链安全，都绕不开对台湾半导体的依赖。可以说，在 AI 为核心的新秩序里，科技实力和供应链控制力成为国力的新指标，而台湾恰好握有这把钥匙。黄仁勋的观点正是点出了这个现实。未来几年，环顾全球，有能力驱动 AI 浪潮的关键齿轮，台湾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不可或缺。黄仁勋自己与台湾的渊源，更验证了这段话的分量。他身为台湾裔创立的 NVIDIA， 从早期起就和台积电紧密合作。传奇一幕发生在30多年前，那时 NVIDIA 刚成立没多久，还是一家小新创，而台积电也才创立不到10年。黄仁勋斗胆写信给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表达合作意愿。没想到张忠谋亲自回了一通电话给他，邀请他飞回台湾参观台积电的晶圆厂。就这样，两家公司开启了数十年的深度合作关系。一位是晶片设计的天才，另一位是制造工艺的大师。 NVIDIA 与台积电相互成就，共同登上了世界舞台。直到今天，黄仁勋仍感念在心。他曾公开致谢，没有台积电就没有今天的辉达。在2025年一次台积电的活动上，他甚至用中文高喊：谁爱台积，我爱台积。感谢这家台湾公司帮他盖起了 NVIDIA 的庞大帝国，并称赞台积电员工是台湾的骄傲，世界的骄傲。不仅是台积电，黄仁勋对整个台湾产业界都给予高度肯定。2024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上，黄仁勋发表演讲时特地播放了一段由 AI 制作的影片，向台湾致谢。影片开头就说，台湾帮助我们实现了一个愿景。画面随后展示了台湾众多科技公司的标志和面孔，从华硕、红旗这些 PC 大厂，到鸿海、广达这些系统组装商，再到关键零组件供应商，旁白赞颂道，每一个晶片，每一台电脑的背后，都有台湾产业界人士的辛勤与对完美的追求。台湾是无名英雄，却是世界支柱。黄仁勋用这种方式向台湾多年来在加速运算、电脑图学、科学研究乃至 AI 巅峰的贡献致敬。他称台湾的合作伙伴是 AI 创新的后盾，没有台湾，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梦想都无法成真。这番深情致谢既是事实也是态度，他在告诉全世界， AI 革命背后有台湾在默默支撑。因此，当黄仁勋谈及世界新秩序时，台湾之所以被放在如此关键的位置，正是因为它在 AI 时代拥有卡位优势。随着 AI 技术融入各国经济和军事竞赛，晶片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各国都在争相确保先进晶片的供应。美国制定了晶片法案，大力投资本土半导体，中国不惜砸下重金，试图追赶先进制程，欧洲也想重振自身的晶片产业。然而，在可见的未来，台积电领衔的台湾晶片实力仍难以撼动，这使得台湾成为各强权竞相拉拢的对象，也形成所谓龟盾效应。世界各国都不愿台海发生动荡，因为那将严重冲击全球科技命脉。台湾手握的不只是晶片，更是未来几年全球科技与经济秩序的一把钥匙。黄仁勋的预言
勾勒出一幅壮阔的图景。2年之内，人工智慧让世界改头换面，台湾因其技术优势站上风暴之巅，引领新的秩序。这听起来仿佛未来小说般令人血脉奔张，但回头细想，我们当下正处于这场巨变的开端。在短短几年里，我们已亲历了 AI 从实验室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过程，并见证台湾晶片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未来2年或许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还要戏剧化。然而，预言归预言，真正到来的未来可能有各种变数。AI 大潮固然势不可挡，但我们人类依然掌握着方向盘。我们可以决定如何使用 AI， 如何规范 AI， 使其造福社会，而非失控伤人。同样地，台湾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也取决于能否持续保持技术领先，并深化国际合作。机遇从来伴随挑战，身处关键枢纽的同时，台湾需要在技术创新上不断突破，也要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审慎前行，才能真正把优势转化为长久的领导力。有些人担心 AI 会让人类失去价值，但回顾历史，每当新技术出现，人类总能找到新的舞台，展现独有的才能。AI 能计算，能模仿，能执行千百任务，但它没有人的情感、道德与创意火花。未来的社会或许将由人类智慧加人工智慧共同驱动。我们将更专注于富有创造力和人性光辉的工作，把重复琐碎的部分交给机器处理。从这个角度看， AI 并非人类的对手，而更像人类进化路上的一种助力，激发我们去拓展知识边界，反思自身优势。只要我们善加引导， AI 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工具，而不是文明的终结者。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站在历史转折点的门槛上。想象未来某天回顾现在，我们也许会感叹，2020年代中期正是新旧秩序交替的关键时刻。在这场巨变中，每个国家、每个产业、每个人都将受到影响，而胜出的将是那些善于拥抱变革者。台湾已经凭借实力占得了先机，至于能否主宰未来的新秩序，就让时间给出答案吧。对于你我而言，与其畏惧，不如趁着这股 AI 浪潮学习新技能，适应新工具，在变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2年转瞬即逝，当尘埃落定之时，我们将共同见证黄仁勋所说的世界巨变是否成真，以及人类又将书写出怎样崭新的篇章。准备好了吗？未来已悄然开启。经济局势风云变幻，通货膨胀犹如无形的小偷，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财富。过去人们习惯把大笔积蓄存在银行，或是买几套房产坐等升值。然而如今，现金利率走低，物价却节节攀升。超市里同样的一袋米面、一壶油，比几年前贵了将近1倍。钱包的购买力正在缩水，银行存款利率也一降再降，年息超过 3% 的定存几乎绝迹。辛苦攒下的钱放在银行跑不赢通胀。楼市方面，此前火热的房地产逐渐降温，不少城市的房价跌回3年前。有的人房子买了好几套，如今市值大幅缩水，纸上富贵化为乌有。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中老年朋友开始焦虑，辛苦积累多年的养老钱该如何才能保住价值，不让半生血汗付诸东流。就在大家迷茫之际，一位90多岁的商业传奇站出来，给出了他的忠告。他就是李嘉诚，曾连续21年蝉联香港首富，被尊称为李超人。别看他年事已高，对趋势的嗅觉却依然敏锐。事实上，他素来以未雨绸缪著称，多次在市场高点提前撤出，化险为夷。他的商业帝国负债率极低，现金流充裕，正是因为总能前瞻风险并提早准备。如今，这位备受瞩目的商业领袖罕见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分享了对未来10年经济发展和资产配置的独到见解。他直言，未来单靠持有房子和现金可能不再是最稳妥的策略。持续的通胀如同看不见的蚕虫，正无声无息地啃食现金的实际购买力，而楼市也将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分化局面。在此情况下，他建议普通人不妨考虑将部分储蓄转换为以下4类被他高度看好的资产。
这些资产有望在未来10年中为持有者带来可观的回报。李嘉诚的这番话一经传出，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人们纷纷猜测，他口中的4类硬通货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何能在经济浪潮中保持价值？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这4大资产，看看李嘉诚如何为我们指点迷津，提前布局未来10年的财富版图。世界上有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李嘉诚告诉我们，有，那就是投资自己的大脑。第一类资产看似平凡却最为关键，那就是我们自身的能力与才智。李嘉诚反复强调，投资大脑才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买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可靠的资本不是银行存款，不是房子股票，而是头脑中的知识和手中的技能。李嘉诚本人就是最佳例证。他出身平凡，年少时家境突遭变故，父亲早逝，他不得不10几岁辍学，挑起养家的重担。年纪轻轻的李嘉诚在香港当过茶楼跑堂，做过工厂学徒，白天忙于谋生，晚上就着微弱灯光啃书本自学。别人下班休息时，他在学英文，研读商业书籍；别人浑噩度日时，他在观察市场行情，思考未来方向。就这样，从基层一步步做起，靠着不断学习和磨练技能，他逐渐积累了独到的眼光和本领，建立起自己的塑胶工厂。后来又抓住地产和通信等发展机遇，创立了覆盖地产、能源、电信等领域的商业帝国。试想，如果当年他满足于做一名茶楼服务生，不去增值自己，又怎能成为日后叱咤商界的李超人呢？知识就是财富，这句老话在今天依然适用。随着科技进步，各行各业的更新迭代速度惊人。如果一个工人10年如一日只会拧同一颗螺丝，他可能最终真的沦为一枚可有可无的螺丝钉，很容易被机器取代。但如果他愿意持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就不容易被淘汰，甚至还能在职场上脱颖而出。这个道理放在任何年龄段都适用。20多岁的年轻人需要不断进修，才能脱离低技能低薪的困境。40、50岁的中年人更不能躺在过去的资本上吃老本，否则新技术一来，饭碗随时不保。李嘉诚提醒我们，越是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越要懂得投资自己。有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近 30% 的工作可能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取代。如果我们停止学习，未来很可能被时代的浪潮抛下。相反，持续的自我增值则能让我们始终跟上潮流的脚步。举个例子，过去传统行业的一些岗位在没落，但同时掌握人工智能工具、数字化运营的新兴人才薪资水准却大幅领先于传统行业。有人学会了编写程序，运用 AI 提高效率，它的价值就远非10年前只会打字盖章的老员工可比。由此可见，学习新技能就是在给自己加薪，给未来投资。那么该如何投资大脑呢？李嘉诚建议我们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学习和自我提升。这不仅仅指考取学历证书，更包括拓宽眼界，培养创新思维，以及学习理财知识，提高财商。对年轻人而言，学习可以是报培训班，阅读专业书籍；对中老年人而言，也可以通过网络课程、大众讲座等方式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李嘉诚特别提到了几个未来前景光明的领域，例如数字经济、健康养老、新能源技术等，建议人们关注并学习这些朝阳产业相关的技能。趋势所向之处，正是我们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不要以为50、60岁就学不动，如今网络上有大量适合中老年人的学习资源，只要有心，任何年龄都能接受新知。现实中也有许多中老年人通过学习获得第二春的例子，比如有的退休老人学会使用电商平台开店，将自制的手工艺品销往全国，收入颇丰。还有一些老年人通过短视频分享养生心得，吸引了大批粉丝，既丰富了晚年生活，也实现了一定经济收益。这些故事都证明了一点，学习永无止境，知识和技能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超你的想象。投资自己的大脑带来的不仅是知识技能的增加，更是一种应对风险的底气。当你具备了不可替代的专业能力，就等于拥有了一台随身携带的印钞机。你的脑力和经验会源源不断地为你创造价值。
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变换，知识和技能都不会贬值，反而随着时间积淀越发珍贵。对中年人来说，或许再学习一门新技术有点挑战，但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只要肯迈出第一步，大脑就能不断循环升级，为你的财富增值提供长久的保障。可以说，投资自己是最稳健、永不破产的生意。这笔投资你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李嘉诚至今仍保持着每天阅读学习的习惯，紧跟时代脉搏。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始终保持空杯心态，不断为自己的大脑升级换代。宝剑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普通人或许无法成为第二个李嘉诚，但至少可以从他的经验中悟出一点道理。把钱投资在自己的脑袋里，这笔账永远不会亏本。赚下万贯家财却失去健康的身体，这样的人生会幸福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第二类被李嘉诚视为硬通货的资产是我们的健康。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没有一副健康的身体，赚再多钱又有何用？试想一个人年纪轻轻赚下几栋房，上千万身家，却因过度劳累把身体搞垮，最终英年早逝，那财富对他本人而言还有意义吗？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多少企业家拼命工作赚到了亿万家财，却在中年遭遇重病甚至离世，留下万贯家产也无福消受。对每个普通人来说，健康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尤其对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保持健康就是守住财富和幸福的根基。现代社会节奏飞快，不少人年轻时为事业拼搏，透支了健康，熬夜加班是常态，三餐不定，高油高盐的饮食伤胃又长胖，缺乏锻炼让身体机能直线下降。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 30% 的成年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更高达 70%。 也就是说，每10个中国成年人中，可能有7个人的身体亮着红灯。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正如隐形杀手般慢慢侵蚀我们的身体。有句话一针见血，年轻时用命换钱，年老时用钱买命。如果我们不好好爱惜身体，将来不得不把辛苦赚来的钱大笔花在医疗和护理上，那又何苦当初呢？李嘉诚深谙健康的重要性，他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个习惯，每天清晨6点准时起床运动，风雨无阻。就算前一晚工作应酬到深夜，第二天一早，他仍然准点出现在跑道上锻炼身体。凭借常年如一日的自律，他保持了极佳的体能和精神状态。李嘉诚曾经自豪地表示，随便拉10个人去体检，我相信我的各项指标都会名列前茅。90多岁高龄，他依然思路清晰，腰板笔直，说话铿锵有力，这正是多年健康投资结下的硕果。不仅李嘉诚，很多成功人士都把健康视作第一财富。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生前爱好散步，他常在每天的长距离步行中思考公司未来。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也曾坦言，年轻时为事业拼命透支健康，现在才领悟到健康比金钱更重要。他开始练习太极拳，注重睡眠和饮食平衡，以保持精力充沛。这些例子都说明，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在事业上持续奋斗，也才能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美好生活。健康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资产，我们平日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等于在为未来积攒健康存款。均衡营养的饮食，规律适度的运动，定期的体检，都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投资。一旦健康出问题，沉重的医疗费用会像无底洞般吞噬财富，生活品质也一落千丈。有人形象的比喻，健康就像数字1，事业、金钱、家庭、爱好等是后面的那些零，只有前面的1稳固存在，后面的0才有价值叠加。若是失去了健康这个1，后面哪怕一连串0相加，最后也只是0。这话听起来有些残酷，却是铁一般的道理。因此，李嘉诚建议我们一定要舍得在健康上投入。与其把钱孤注一掷投向某个风险难测的项目，不如先拿出一部分给自己的身体买份保险，报名健身课程或者请教练指导，调整饮食结构，多吃天然健康的食品，定期做体检，及时排查隐患，学会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好好休息。
这些看似与赚钱无关的举动，其实都是最明智的长远投资。少一次重病住院，就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开销省下。健康状态好，你就能多工作几年，少请病假，其中的经济账细算下来绝对划算。对中老年人来说，重视健康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拥有一副硬朗的身体，你才能有尊严地守护财富，安享晚年，而不至于将子女拖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悲剧轮回。值得一提的是，李嘉诚在公益方面也十分重视教育和医疗，他的基金会多年来捐资办学、兴建医院，正是因为他深信知识和健康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古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身体养好了，哪怕暂时财务有所损失，将来东山再起的机会仍然大把。乱世中什么资产最可靠？很多人会回答黄金。第三类值得提前布局的资产是黄金。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黄金自古以来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最可靠的硬通货之一。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手握黄金总让人心里踏实。尤其在经济动荡、货币贬值的乱局中，黄金的保值功能格外突出。回顾历史，每当金融危机或战乱发生，黄金往往能逆势上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唯独黄金价格节节攀升，成为许多人避险的首选。原因很简单，黄金的供应相对稳定，开采不易，且有着几千年的市场基础和全球认可的流通性。纸币可能变得一文不值，但一块黄金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兑换真金白银。中国近代的历史经验也印证了黄金的价值。上世纪40年代末期，法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一夜间积蓄化为乌有，唯有黄金和银元仍然保有购买力。许多家庭正是靠变卖家中仅存的金条金饰，才度过了那段经济动荡的岁月。可见，当纸币不值钱时，黄金就是最后的硬通货。试想，如果有一天货币体系出现问题，手里攥着黄金的人无疑更有底气。当前国际局势下，黄金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近年来，各国央行都在积极增持黄金。据统计，2022年全球央行净购买黄金的数量创下50年来的新高。2023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央行更是大举买入，连李嘉诚自己也透过旗下公司入股了一座印尼金矿，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黄金的信心。前些年国际金价一度大跌时，涌现出中国大妈疯狂买金的现象，许多中年女士蜂拥至金店抢购金条金饰，一时间举世哗然。西方媒体还嘲笑中国大妈成了华尔街的接盘侠。然而此后金价回升，事实证明这些中国大妈并非盲目跟风，她们手中的黄金不仅保住了价值，还随市场行情上涨而获利。这件事从侧面说明了黄金长期保值的魅力。只要有耐心，黄金往往不会辜负持有者的信任。对普通人来说，如何参与黄金投资呢？李嘉诚的建议是适当配置一些黄金资产，为资产增加一层安全垫。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入手。一是购买实物黄金，如金条、金币或金饰。实物黄金拿在手里有真实感，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充当货币。不过需要注意实物黄金的保管成本和流动性问题，买卖还要支付手续费。金饰则因工艺附加值较高，而不适合作为投资主力。第二种方式是购买黄金、ETF 等金融产品，这类基金跟踪金价走势，交易方便，门槛较低，适合不想持有实物的人。然而，投资收益完全取决于金价涨跌，没有利息收入，波动风险也要承担。第三种途径是透过银行的纸黄金账户进行交易。纸黄金不需要提取实物，按银行报价即可买卖，灵活度高，也省去了保管实物的麻烦。不过同样不产生利息收益，主要作用是方便投资者跟随市场波动，灵活进出。那么应该配置多少比例的黄金呢？这要视个人资产规模和风险偏好而定。一般来说，家庭可以考虑拿出1成左右的资产配置黄金，以对抗通胀和应对黑天鹅事件。有较强避险需求的人，
也可以适当提高比例到2成甚至3成，但切记孤注一掷把全部身家都换成黄金，因为任何资产都不是绝对保值的。黄金价格虽长期走势稳健，但短期内也会随市场情绪出现波动。如果在高点盲目重仓，反而可能一时被套牢。因此，把黄金作为资产配置中的一部分，长期持有，其意义更在于保障而非暴富。总体而言，在当前货币超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适当持有黄金就像给财富买了一份保险。当纸币购买力下降时，黄金能维持你的资产含金量，万一遇上极端危机，黄金更是保命的硬通货。对于经历过动荡岁月的中老年人来说，黄金带来的安全感更是其他投资难以替代。当然，正如李嘉诚所提醒的，任何投资都应适度分散，黄金虽好，也不要过度集中，只要合理配置，黄金这道金色盾牌就能在未来10年默默守护你的财富。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不同，黄金不依赖任何机构的信用，其价值不会因发行人破产而归零，可以说是少数没有对手方风险的资产之一。中国人素来爱买房，那未来10年房子还值不值钱？李嘉诚的看法是，好房子依然是保值利器。第4类值得关注的资产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优质不动产。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结束了过去单边上涨的神话，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事实上，所谓房价永远上涨的神话，在其他国家早已被打破。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市场经历疯狂暴涨后泡沫破裂，东京等地房价一度腰斩，此后足足停滞了20年。这一教训告诉我们，房地产也有周期，盲目认为房价只涨不跌是十分危险的。此外，中国总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时代，很多中小城市未来可能人去楼空，需求不在。但与此同时，人口仍在向大都市圈集中，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深等1线城市寻找机会。这意味着大城市核心区的房产将更加稀缺，其价值有坚实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支撑。房产投资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在有人口净流入、有产业支撑的城市下手，才能真正保值。那么，李嘉诚是否认为房子一无是处了呢？恰恰相反，他的观点是，不是不买房，而是要买好房。优质房产依旧是长期保值的重要资产，但必须挑对对象。简而言之，未来10年房地产将呈现2级分化，一级是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房产，因资源稀缺而具备抗跌增值的潜力；另一级则是人口流失、供过于求地区的房产，可能逐渐失去投资价值。什么样的房子算是优质房产？李嘉诚给出了明确的标尺。首先看地段，大城市里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集中的区域，房子需求长盛不衰。例如北京国贸、上海陆家嘴这样的黄金地段，房价即使在市场低迷时也相对稳健，一旦经济回暖更会率先反弹。相反，一些3、4线城市由于人口外流，新房空置率高，房价长期阴跌，甚至出现白菜价。黑龙江鹤岗市房价暴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过去人们常开玩笑攒够3万去鹤岗买房，而现在那里房子真成了白菜价。这充分说明选错城市和地段的话，房子不但无法保值，还可能变成沉重包袱。其次，要看周边配套与城市前景。一套房产若处在繁华地段，附近有完善的商业、医疗、教育配套，未来人流不断，这样的房子才真正绑定了稀缺资源，拥有长期价值。此外，房子的开发商品牌和物业服务质量也不可忽视。优秀的开发商意味着建筑品质更有保障，好的物业管理能提升居住体验，让房产保值增值更有底气。最后，房屋本身的条件包括品质、户型、朝向、采光、通风等，也直接影响其长远价值。挑选房产时，这些细节都要纳入考量范围。当然，投资房产还得量力而行。李嘉诚提醒，不要轻易举债去炒房，更不要指望房价短期内翻几番暴富。对普通家庭而言，房产配置宜适度，最好控制在总资产的3到4成左右，并留出足够的流动资金应对紧急情况。
如果手头已有多套住房，且资金压力较大，也可以考虑适当出售部分投资性房产，将资金分散到其他领域，减少单一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毕竟，我们追求的是整体财富的稳健增值，而非局部资产的虚高泡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近年来也反复强调房住不炒的政策，说明靠炒房致富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我们要顺势而为，把房子回归居住和长期投资的属性，而非短线炒作的筹码。最后提醒一点，房产属于大额资产且流动性较差，一旦出手成本高昂，因此投资房产更需慎重规划。如果资金不足，杠杆过高，一旦房市下行，可能遭受双重打击，资产贬值和债务压力。同时也要有耐心，优质房产往往是慢慢升值的慢热型选手，指望短期暴涨并不现实。我们应以稳健心态看待房产收益，将其作为家庭资产配置中稳固的一环，而非孤注一掷的赌注。对于中老年朋友而言，更要与时俱进地转变理财观念。以往很多人习惯把钱全部存银行吃利息，或一味相信房地产永远涨，但时代已经变了。只有接受李嘉诚这种多元配置、稳中求进的思路，才能避免财富贬值的风险。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才能掌控未来的主动权。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以2位同龄退休老人老张和老李为例。老张保守地把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另外买了3套老家3线城市的房子用来收租。他觉得自己很稳健，但却忽视了自身健康，不爱运动，认为养生是浪费时间。老李则采纳了李嘉诚的建议，把资产做了调整。他拿出部分存款购买了黄金和国债作为保值，卖掉了老家的2套闲置房产，换成1线城市学区的小公寓，方便子女就近居住兼投资。他还每年参加学习班，练习使用智能手机理财，学习新兴投资知识，同时养成每日散步锻炼的习惯。10年后，全球经济经历了起伏变化，我们看到老张银行存款的利息赶不上通胀，实际购买力缩水严重。老家的房子因人口流失，不但租金微薄，房价也一路下跌。更不幸的是，缺乏健康管理的老张身体每况愈下，这些年陆续做了几次手术，医药费花掉了他大量积蓄。反观老李，虽然也历经经济波动，但他手中的黄金在通胀上升时大放异彩，价值明显增长，国债利息稳定入账，补充了日常开支。那套1线城市的小公寓保值之余，还带来可观租金。更重要的是，老李由于一直坚持学习和锻炼，不仅思维敏捷能跟上时代，身体也相当硬朗，医疗支出很少。10年下来，老李的总体财富不减反增，生活质量也远胜老张。当然，每个人的境遇各有不同，但老张和老李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明确的：早做正确的资产配置和健康投资，才能在风雨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抱着侥幸心理，固守陈旧观念，最终可能追悔莫及。在不确定的时代，李嘉诚的这番忠告为我们指明了财富保值的方向。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具体选择这4类资产的比例和方式还需灵活调整。但有几点通用的原则值得铭记。首先，不要盲目跟风投资，别人赚钱的门路未必适合你，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理性判断。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高回报旗号的新型投资陷阱，例如虚拟币、非法集资等一夜暴富的神话，往往以血本无归告终。其次，保持适当的流动性，手头留有一定现金或活期资金，以备不时之需，避免资金全部锁死，导致突发情况下捉襟见肘。谨记，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资产分散才能降低风险。最后，心态上要放平，不要妄想一夜暴富。财富增值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急功近利反而容易掉入陷阱。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财富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那几个不断跳动的数字，更在于提升生活的安全感和品质。李嘉诚强调的4类资产：知识、技能、健康体魄、黄金资产和优质房产，正是从人自身到外部投资，为我们构筑起一个相对稳健的财富防护网。一头扎进高风险的投机领域，不如脚踏实地配置好每一项资产，让他们在未来岁月中各司其职，大脑在增值，
身体很健康，黄金稳着底，房产抗通胀。90多岁高龄的李嘉诚用他数十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们，累积财富没有捷径，唯有持续学习进步，理性谨慎投资，才能真正实现衣食无忧的目标。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审视自己的资产配置，学习李嘉诚这种未雨绸缪的智慧，趁早为未来10年做好布局。当风险来临时，我们已经筑起坚实的护城河；当机会降临时，我们也有资本从容把握。如此一来，中老年朋友们就能更安心地迎接人生新的篇章。因为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今天的未雨绸缪，正是为了换来明天的从容不迫。试想一下，在短短1天之内，整个世界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所有航班全面停飞，天空中没有一架客机轰鸣，所有道路拥堵不堪，高速公路上汽车接二连三地撞成一团，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与混乱，医院的停尸房里塞满了猝不及防的遇难者。这可不是灾难电影的桥段，而是某天清晨我们可能面临的现实场景。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变故仿佛在24小时之内突然降临，让全球同步瘫痪。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吗？但如果这一刻真的到来，你准备好了吗？这并非耸人听闻科学的警告，历史的先例以及神秘的预言都在敲响着警钟。在这致命的一天里，我们熟悉的文明秩序会瞬间瓦解，飞机无法起飞，正在空中的航班被迫紧急降落，甚至失去联系。地面的列车和汽车全部停驶，一辆辆撞在一起，公路变成废铁牧场，电力系统大面积瘫痪，手机和网络彻底中断，城市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警报声此起彼伏，医院无法运转，救护车困在路上，人们惊恐地待在原地，与外界失去联系，只能从收音机断续的杂音中拼凑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这就是全球空域关闭，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的画面，仿佛末日降临的一天。一个日出之前还繁华喧嚣的文明世界，在日落时分竟变得死一般沉寂。如此极端的场景真的可能发生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可以在1天之内将地球变成一座失控的孤岛？为了找出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片段和科学的推演中抽丝剥茧，一步步逼近真相。事实上，人类并非没有体会过大范围交通停摆的滋味。历史上的几次事件，尽管规模不及全球，但也让部分地区的天空与道路瞬间安静，成为未来更大灾变的缩影。911恐袭事件，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怖攻击。当天早晨接连发生的飞机劫持和撞楼惨剧震惊世界。为防范更多袭击，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下令全美领空关闭，所有民航班机紧急降落或返航，美国境内的航班全面停飞长达2天之久。原本繁忙的机场变成空荡荡的停机坪，广袤天空中看不见一架民航客机的身影，数万名旅客被迫滞留在陌生城市。人们这才意识到，只要命令一下，一夜之间航空交通可以完全静止。911事件后，美国人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现代空中交通网络可以如此脆弱。那短暂的几天仿佛让时间凝固，亦是人类首次在国家级范围内按下航空业的停止键。冰岛火山灰危机2010年4月，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猛烈喷发，滚滚火山灰随风飘散，短时间内覆盖了大半个欧洲的天空。火山灰云对飞机发动机具有极大危险，于是欧洲各国只得紧急关闭领空。短短几天内，从伦敦、巴黎到法兰克福，20多个国家的主要机场陆续停摆，超过10万架次航班被取消，数百万乘客行程泡汤，滞留在异乡机场。欧洲上空从未有过这般寂静，往日川流不息的繁忙航线，此刻空无一机，停机坪上的客机整齐排开，却没有任何一起飞的动静。这场火山灰造成的航空大停摆持续将近1周时间，航空业损失数十亿美元。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区区一座火山就能瘫痪整个欧洲的空中交通，那如果灾难再大一些，范围再广一些呢？新冠疫情封锁，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同样让全球交通体系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急刹车。
随着病毒蔓延，各国纷纷限制旅行和边境出入，不到几周时间，国际航班锐减大半，知名航空公司停飞绝大多数航线，世界各地的机场陷入一片死寂，大批飞机长期停放在停机坪上蒙尘，繁忙的城市道路上也变得车稀人少，许多国家实施严格封锁令，公共交通几乎停顿。虽然疫情带来的交通瘫痪并非瞬间发生，而是逐渐蔓延，但仅用了1-2个月，人类就亲眼见证了现代交通网络如何如多米诺骨牌般整体崩垮。连锁反应之下，航班取消，港口关闭，地铁停开，计程车停运，仿佛人为按下了全球的暂停键。这次经历让我们明白，当危机足够严重时，政府和社会会毫不犹豫地关停交通系统，以求自保。而现代人引以为豪的流动性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中东战火蔓延，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初，中东地区的剧烈动荡再次证明了空域关闭离我们并不遥远。2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导致波斯湾局势急速升温。短短几天内，伊朗、以色列、伊拉克等交战相关国家先后宣布领空禁飞，连带着周边的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多国出于安全考量也紧急关闭领空。全球最繁忙的几座中东转运机场，如杜拜国际机场、卡塔尔哈马德机场等，被迫全面停航，数以千计的航班临时取消。在短短24小时内，原本川流不息的国际航线突然大乱，飞往中东的班机凌空折返，飞越该区域的远程航班不得不绕飞，导致欧洲、亚洲的航班大面积延误。大量旅客被滞留在机场，行程陷入瘫痪。有人拍下当时 Flight Radar 航班追踪地图的截图，中东上空一片空白，仿佛禁飞区烙印在地图上，而周围航线拥挤曲折，全球航空网不得不为这场战事拐弯绕路。所幸这次空域关闭主要局限在中东区域，但已让全球航空业头痛不已。可见一场区域战争尚且能让国际航班鸡飞狗跳，那如果爆发的是世界级冲突，甚至全球性危机，航空交通是不是也将全球范围陷入停摆呢？上述种种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交通瘫痪并非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现实中发生过的剧本。911的瞬间禁航，火山灰的1周封锁，疫情数月的停滞，中东战火的区域断航，这些前兆与缩影证明了现代文明的交通体系其实非常敏感，一旦遇到极端情况，我们引以为傲的全球化网络可在几小时至几天内土崩瓦解。试想，如果有一天多种灾难同时发生，或者更大规模的危机突然降临，我们是否会经历一场空前绝后的交通大崩溃？接下来，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探讨，到底哪些灾变可能在24小时内把全球交通打回石器时代。要让整个世界在1天之内突然停转，需要一个足够剧烈且瞬时发生的事件。究竟是什么灾难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同时把飞机赶下天空，让车辆动弹不得，使无数生命霎时间逝去？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性，有些听上去像科幻，但并非没有根据。超级太阳风暴来自太空的电磁脉冲，一个看不见却毁灭性的杀手，可能来自9300万英里外的太阳。太阳表面的巨大能量爆发，如日冕物质抛射，会喷出高能带电粒子流，如果直击地球，将引发强烈的地磁风暴。历史记录中最有名的超强太阳风暴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当时太阳耀斑引发的电磁风暴让全球天空出现壮丽极光，甚至在低纬度的加勒比海都能看到极光，如同天空燃起赤红火焰。但伴随美景而来的是毁灭威胁，强大的地磁感应电流瞬间摧毁了19世纪的电报通信网，不仅多国电报线路中断，更夸张的是，电报机因过载而火花四射，甚至引燃了办公室的纸张。要知道，那时候人类社会几乎还没有现代电网和电子设备，没有飞机、汽车，我们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今日。因此，卡灵顿事件在当年虽造成一些混乱，却谈不上世界末日。然而科学家一致警告，若同级别的超级太阳风暴今日再临，人类文明恐将面临空前打击。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日太阳黑子活动剧烈，突然一道特大号 X 级太阳闪焰在太阳表面炸裂，几分钟后，
强烈的 X 射线和极紫外线抵达地球，高层大气造成电离层扰动，全球 GPS 导航和无线电通信立即大范围中断。接着约1天之后，更可怕的太空拳击登场，日冕物质抛射形成的高速带电粒子云抵达地球，猛烈撞击地磁场，引发特级地磁风暴，强劲的磁暴感应电流疯狂涌入输电网络，烧毁无数变压器和电路。几乎同一时间，世界各地的电力系统像多米诺骨牌般纷纷跳电，美洲、欧洲、亚洲的大电网陆续崩溃，整个地球陷入大片停电之中，城市灯火骤灭，电梯戛然停摆，人们惊慌地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此时此刻，正在高空飞行的民航客机也遭遇噩梦，导航仪、无线电失灵，驾驶舱仪表疯狂闪烁警报，飞机如同失明的鸟群，无法与地面联系，彼此之间也失去引导。为测安全，全球航空当局只能发出全面停航令，让所有航班紧急就近降落。不少飞机冒着风险在陌生机场落地，一些飞行途中电子设备完全故障的客机甚至可能发生坠毁。短短数小时内，全球空域被清空，从来没有哪一天像现在这般，天上没有一架载客飞机。而在地面，情况同样凛冽，强磁暴带来的电流不仅攻陷电网，也让铁路信号、交通号志全部失灵。一辆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因停电紧急刹车，有的出轨相撞，城市里红绿灯集体黑掉，十字路口车辆乱作一团。现代汽车虽然不像古老电报般直接冒火花，却也饱受电磁脉冲干扰，尤其是高科技的新款车，可能会突然引擎熄火或电子控制失灵，导致高速公路上连环车祸。毫不夸张地说，一场超级太阳风暴足以让现代人所有仰赖电子与电力的交通工具瞬间停摆。就在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曾评估，如果再来一次卡林顿级太阳风暴，光美国境内就可能有 1.3 亿人遭遇停电，关键基础设施需要4到10年才能完全修复，全球经济损失或将超过2万亿美元，是2005年卡崔娜飓风损失的20倍。更不用提这期间因交通瘫痪和基础设施故障将会发生多少次生死攸关的灾难。试想，在停电影响下，医院的生命维生系统停止运转，无数依赖仪器的病人生命垂危，消防系统失灵引发大火无人可及，核电站冷却系统断电造成泄漏险情。可以说，强烈太阳风暴就像上帝按下的一颗电磁脉冲炸弹，让人类一切现代科技统统哑火。如果我们毫无防备地迎来这一击，24小时内真的可能发生全球航空禁飞、交通瘫痪、死伤激增的局面。科学家早已严正警告，未来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地球再遭超强磁暴冲击绝非不可能。尤其我们正处于21世纪20年代中期，太阳正趋近活动高峰期，2025年前后将迎来一轮太阳活动极大期。一些太空天气专家提醒，最近几年太阳黑子数超出预期攀升，太阳活动变得格外活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年某一月，很可能一场不期而至的超级太阳风暴，让现代文明遭遇前所未见的大停电与交通大乱。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这场来自太空的终极考验。全球核战与 EMP 攻击，另一个噩梦般的场景，是人类自己一手导致的全面核冲突或高空核爆所产生的电磁脉冲 EMP 攻击。冷战时期的军事专家就曾推演过，一旦爆发核大战，各国首先会将核弹引爆在大气层边缘，以产生强力 EMP 瘫痪对方电子设备。在数百公里高空引爆的核弹，虽无直接暴风和辐射伤害地面人员，但产生的 EMP 波可在毫秒之间充斥广袤区域的电网和通信线路，其破坏效果甚至不亚于上文所述的太阳超级风暴。事实上，一枚适当当量的核弹在高空引爆就足以覆盖整个北美或欧洲大陆，瞬间让区域内所有未经防护的电子装置烧毁失灵。这意味着大范围永久性停电和通信中断会在一瞬间发生，飞机的导航和电子系统会因 EMP 而报废，导致高空飞行器坠毁，地面的车辆和火车也会像被施了定身咒，一切基于电子点火或电脑控制的引擎统统熄火。甚至当你转动汽车钥匙时，
它已经因为电路板烧毁而毫无反应。更糟糕的是，核战还可能伴随直接的人员大量伤亡。假如数十枚核弹在世界各大城市引爆，24小时内伤亡人数将以百万、千万级增长，无数遇难者来不及安葬，停尸房爆满，乃至无法统计罹难者。同时，各国政府基于军事戒备会立刻关闭领空，所有民航机全部停飞，以避免被误击或卷入战场。城市中实行戒严令，坦克和装甲车开上街头，普通民众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许出门。回想二战末期广岛长期遭受核打击时的情景，那只是区区2颗原子弹，就让日本全境铁路停运，运输体系陷入瘫痪。而一场全球规模的核武冲突，其毁灭性将上升无数倍。如今各大国核库存的威力足以毁灭地球几次。若真不幸引爆，人类建设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将在一天内倒退几百年。虽然全面核战是最不愿想象的末日场景，但在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并非毫无可能，任何擦枪走火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每当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时，我们都不得不担心人类会否亲手将自己送回没有飞机和电力的黑暗时代。小行星撞击与全球天灾，倘若不是人祸，那还可能有天灾瞬间打击全球交通吗？科学界常提到的一种末日级天灾是小行星撞地球。6600万年前，恐龙们就在毫无准备中迎来了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结果尘埃遮天蔽日，食物链崩溃，巨兽们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如此规模的绝灭级撞击非常罕见，但稍小一些的小行星撞击仍可能对我们高度连通的文明造成剧烈冲击。如果一颗几百米宽的近地小行星突然从雷达监测漏洞中冒出，在没有提前预警的情况下坠入大气层，会发生什么？假设它在高空爆炸或落入海洋，产生的电磁干扰和冲击波同样可能摧毁大量卫星和地面电网。事实上，有研究指出，陨石高速掠过大气层时会形成强电流，和 EMP 有类似效应。同时，冲击波犹如无差别的大地震，足以摇碎机场塔台，震毁公路桥梁。若是落海引发超级海啸，沿海港口城市将瞬间遭遇灭顶之灾，全球航运供应链中断，公路铁路也因基础设施被冲毁而无法运作。虽然这类灾难发生概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就是灭顶之灾。别说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社会的结构解体。因此，各国才投入巨资研发太空望远镜，监测近地天体，生怕出现盲区杀手。如果有朝一日警报真的响起，一颗大型小行星将在24小时后撞击地球，那我们大概也只来得及做一件事：停下一切日常秩序，准备迎接末日。届时，全球航班会立刻全部停飞，让飞机待在地面以测安全，民众被要求就地避难，远离交通工具，政府彻底接管电力和运输调度。换言之，小行星来袭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终极刹车信号，我们只能祈祷觉悟这么一天。综上所述，无论是超级太阳风暴、核 EMP 攻击，还是小行星撞击，科学层面都指出了瞬间瘫痪全球的可能路径。上述灾变会导致同一结果：飞机停飞、车辆停驶、电网报废、通信中断，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次生灾难与大量伤亡。当然，这些都是极端情景，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就在2012年，美国航天总署 NASA 曾披露一个惊人消息：该年7月，一场规模堪比卡林顿事件的超级太阳风暴曾与地球擦肩而过。幸亏那次爆发生在地球公转轨道的另一侧，否则我们现在很可能还在收拾满目疮痍的残局。当科学家频频发出警告，当种种极端情节在我们时代越来越可能上演，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如果末日24小时真的降临，人类将何去何从？然而，科学之外还有另一种警示的声音，那就是来自古老预言和现代灵媒的神秘信息。我们不妨再换个视角，看看许多流传的末世预言中是否隐约描绘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从圣经启示录到诺查丹马斯四行诗，从远古的玛雅预言到近代的班加加加盲眼龙婆预言，
历史上不乏对世界末日或巨大转折的预言，这些预言中有不少提到过大灾变和人类的浩劫时刻。尽管真伪难辨，他们往往提供了一种超出科学范畴的视角，或许冥冥之中有人在向世人示警。近年来，随着地球问题不断累积，气候、战争、瘟疫此起彼伏，种种末世论调再次流行起来。在众多声音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波尼 Pony。 这位被称为圣经时钟专家的预言研究者，因多次发表惊人之语而广为人知。他结合圣经历史周期和现代事件走势，提出了一系列对未来的推测，其中就包括对我们探讨的这场全球灾变的紧急警告。波尼警告说，一场如同全球加强版911的巨变即将到来，而且发生时可能毫无征兆，瞬息发生。他形容这将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事件，全地球80亿人都会同时见证神迹般的巨变。简单来说，波尼认为人类正逼近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你的人生将被分为之前和之后2个阶段，发生在这分水岭那一天的大事将让世界彻底改观，再无回头路。这番话听上去近乎末日宣告，那么波尼口中的史诗级事件究竟是什么？他并未明确点出具体形式，但从他多次谈话中的线索可以拼凑一二。在2025年9月的一次节目中，波尼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做比喻，他说，这次全球震动将比摩西过红海，比死亡天使降临埃及，比一夜歼灭18万亚述大军还要巨大。这些圣经典故可不简单。过红海是指上帝让以色列人在绝境中脱困的神迹，死亡天使降临则是出埃及记中第10灾，上帝派天使一夜之间击杀埃及所有长子，令法老屈服的事件。歼灭18万敌军出自列王记，讲的是上帝派天使一夜灭了亚述王西拿基立的18万大军，拯救了耶路撒冷城。伯尼的意思是，即将到来的这场灾变，其规模和戏剧性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神迹与灾难。他甚至强调，这将是史上最大震动，全球性的超级911，没有人能错过它。换句话说，不管你身处何方，这件事发生时你都会感同身受，被深深震撼。这不正对应了我们开篇描绘的那种全世界同步停止的场景吗？波尼等于是在预言，一场来自神的干预将瞬间令全球现有秩序瓦解，大批邪恶势力被清算，人类将被迫集体觉醒。波尼的预言细节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他提到死亡天使已经降临人间，这让人联想到圣经中那位夜里飞过埃及夺走长子性命的天使。如果此番死亡天使再临，而且是全球出动，会发生什么？波尼直言，到时你将看到街上遍地是遗体。在他的描述中，似乎真有那么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突然倒下死亡，场景如同古埃及长子之死的灾难重演，只不过范围扩大到全世界。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些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如3日黑暗的末日预言。在天主教和民间预言圈中，所谓3日黑暗指的是未来某个时刻，全球将陷入持续3天的绝对黑暗，期间魔鬼和邪灵肆虐，人们若离开屋舍就会遭不测，只有点燃祝福过的蜡烛祈祷才能幸存。而3日过后，邪恶将被清除殆尽，光明再次降临世界。波尼的说法与这传说如出一辙，大量作恶之人将在短时间内被天谴淘汰，好人坏人将被区别对待。他甚至明确指出，这次将是上帝对世界的介入清算，要震动80亿人，唤醒世人远离邪恶。如同当年上帝降下灾难，迫使法老放走以色列人，如今他要让现代人从魔鬼编织的全球奴役体系中解放出来。波尼借用了启示录的名词，称我们当下处于神秘巴比伦崩塌的前夜，即全球邪恶统治系统行将瓦解，人类将迎来一次新的出埃及。那么这神秘巴比伦指的是什么？波尼和一些预言解读者认为，它象征当今盘根错节的全球权贵集团和腐败势力，包括那些把持着金融、政治大权的所谓全球主义精英。在波尼看来，这批作恶多端的权贵已到了最终审判的时刻，属于他们的大淘汰即将开始。他警告，那些与魔鬼勾结的全球精英
诸如几个世纪以来掌控财富的某些家族，这将是他们最黑暗的日子。他甚至指出，全世界与邪恶政权为伍的人也难逃此劫，其中还特别点明，所有参与或效忠中共集权体制的人，如果不赶快醒悟退出，也将被神的力量所淘汰。这听上去十分惊人，但对熟悉某些信仰团体如法轮功理念的人而言并不陌生。他们长期呼吁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所谓三退，以免日后陪共产邪灵一同灭亡。如今波尼的预言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站在邪恶一边的人将被打上兽的印记，而遭神清算；反之，正直善良、敬神信神的人将得到庇护，在劫后余生。有种说法是，末日来临时，善者如同门楣上有羔羊血记号的以色列家，死亡天使会掠过不侵，而恶者将如埃及长子般被收割。波尼的话颇有这种意味。除了波尼，还有其他来自不同领域的预言也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谋而合。譬如有盲眼龙婆之称的保加利亚预言家巴巴万加巴巴万嘎，虽已于1996年去世，但他留下的许多预言近年来频频被拿出来对照。其中一项预言提到，2025年世界某处一座沉睡的千年火山将突然爆发，震撼整个人类文明。万加更进一步警告，2025年将是人类灭绝的开端。他预言了4大灾难会在那年接连发生，包括全球多地强烈地震、特大洪水、超级火山喷发以及社会动荡。这讯息让不少人联想到美国黄石超级火山，一座沉睡数万年的巨兽，一旦苏醒喷发，其威力足以覆盖半个美国，影响全球气候，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级打击。巧合的是，波尼在预言中也提到火山爆发会是大戏开场的信号。他认为当某座活火山突如其来的喷发熔岩，就意味着神开始清理邪恶，如同熔岩烧尽污秽一样。倘若真的如万加和波尼所示，某个年份，也许就是2026年前后，突然一场跨越国界的巨变降临，剧烈天灾连连，人祸动乱不止，那我们描绘的24小时末日图景可能正是序幕。届时，各国会不会戒严断航？各大城市是否陷入黑暗混乱？一切都与我们今天的推演惊人的吻合。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波尼多次暗示这场全球巨变的时间窗口。他特别提到几个关键日期：9月22日至24日，并强调夏末秋初。在9月21日夏天结束之后，他建议人们赶紧拿笔记下这些日期，因为先知们反复强调这几天将发生无法逆转的大事。波尼甚至指出，好莱坞多部末日灾难片中都隐约出现了9月22到23日的彩蛋，例如电影《末日倒数》设定小行星在9月22日撞击地球，《神秘代码》中太阳耀斑毁灭地球的日子也是9月22到23日，还有深海末日出现9点22分的关键时刻，仿佛流行文化早已埋下，预示夏末9月的某几天，人类将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天会改变一切，你的生活将不再一样。尽管我们现在处在2026年，波尼最初锁定的2025年9月已过去，但种种迹象显示，那预言并没有失效，只是在酝酿。毕竟，就在2025年秋末，环球局势已风云变色，中东战火爆发，强震天灾频仍，太阳活动异常活跃，或许真正的大戏尚在叙事，随时可能揭幕。有观点认为，波尼提及的巨变也许是一连串事件的累积，并非精确锁死在某一天。正如他说的，很多事情将在1周内尘埃落定，标志着无法回头的时刻。也就是说，一旦开端出现，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我们所描述的世界停摆状态。而一旦走到那一步，人类社会将被推向怎样的新局面？波尼和许多末世预言都没有把话说死，反而给出了充满希望的远景。在他看来，这场史诗级震荡虽以混乱和清洗开始，但最终将迎来人类史上最辉煌的10年。邪恶势力倒台后，财富与权力将重新分配。他提到会出现规模巨大的财富转移，例如以白银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暴涨，全球腐败金融体系土崩瓦解，诚实善良的人反而受益。这与许多宗教预言契合，黑暗过后是黎明，
新世界将重建在更公正的基础上。波尼甚至说2025年将是一切改变的起点，随后的10年会以你无法想象的辉煌方式展开。如果他的话成真，那么我们经历的这一场全球性暂停将不仅仅是灾难，更是旧秩序向新纪元过渡的必要阵痛。诚然，预言从来都有其模糊性，对未来的描述可能经过象征润色，不宜逐字解读。但当科学和预言在某种程度上殊途同归地指向大变局将临时，理性的我们或许该做好2手准备：一手握着科学知识的盾牌，一手拿着古老智慧的灯盏，才能在黑暗降临时不至于手足无措。假如明天真的迎来我们描绘的24小时全球停摆，我们每个普通人该怎么办？也许有人会想，如此天崩地裂的灾难，个体的力量渺小如蚁，根本无能为力啊。的确，我们无法阻止太阳风暴爆发，无法单枪匹马阻挡核导弹，也预测不了神明究竟何时出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待毁。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总胜过宁可绝井。我们能够也应该在主观上为可能的灾变做好准备，包括心理调试和物资储备2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关键原则，在灾难发生的一刻可以救命。正如波尼紧急警告的那样，当它发生时，不要开车，不要坐飞机，待在原地。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我们细细分析，不要开车，无论是电磁风暴还是戒严动荡，在大灾变降临时，开车上路绝不是明智之举。首先，如果是电力系统瘫痪或 EMP 事件，车辆极可能抛锚失控，你开着车很可能中途熄火，停在路上进退不得。更糟糕的是，在路上的你还可能被别的失控车辆撞上，发生严重车祸。即便没有电子故障，大灾难来临时，道路也往往拥堵混乱，人满为患。回想2022年乌克兰战争开打时，基辅城内逃难的人潮把道路塞得水泄不通，车辆几乎原地不动。又如大地震时，公路桥梁可能断裂，开车反而把自己困在危险地带。因此留在原地躲避2次伤害，比开车乱跑生还几率更高。不要坐飞机，如果灾变已经开始，千万不要再心存侥幸去赶什么航班了。一旦上了天，情况只会更危险。电磁干扰会让飞机迷航，极端天气会让飞机颠簸失控，战争时期民航机甚至可能被误击。历史教训非常惨痛，2014年乌克兰战争中就有马航客机被导弹击落的悲剧。在末日情境下，天空并不安全，更何况就算你侥幸搭上最后一班飞机，目的地机场多半也关闭了，你只会在空中耗尽燃油，还无处降落。所以当大灾难爆发，航空公司会第一时间停飞，与其焦急奔赴机场，不如冷静待在室内寻找其他自救办法。待在原地，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巨大灾变里，跑往往不是出路，反而可能自投罗网。所谓原地，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熟悉且有遮蔽的地方，通常是你的家中或就近的坚固建筑内。待在原地至少有几大好处：你有屋顶和墙壁的保护，不会暴露在外面可能的危险，如坠物、暴徒、毒气等。你身边有一定的生活物资储备，哪怕是家中厨房和饮水，也比在外流浪强。你熟悉环境，知道逃生路线和避难空间，比如室内最结实的承重墙边或地下室。如果预言中的3日黑暗降临，更是千万不能外出。传说中黑暗期间出门者将遭厄运。就算不迷信预言，现实角度讲，大灾变初期外界充满未知风险，你盲目前进还不如静观其变，等待消息。很多时候秩序会在灾后逐步恢复，军方和政府会展开救援行动。如果你安全待在家，活下来的几率反而更高。试想，假如真出现街上遍地遗体的可怕场景，那些遗体多半属于灾时乱跑乱闯的人，而那些坚守原地并保持镇定的人，反而更可能平安撑到救援到来。除了行为准则，我们还可以在平时就做一些物资与技能准备，提高末日来临时的生存概率。首先，储备一定的紧急物资是明智的，在家中备一个应急生存包，里面包含3到7天所需的瓶装水、干粮、医药用品、手电筒、收音机、蜡烛、火柴等。
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当电力中断时，手电和蜡烛可以照明；当自来水停工时，瓶装水就是你的生命线；当网络电话不通时，一台老式电池收音机也许能让你收到外界广播信息，了解事态发展。还有家庭应备的创可贴、消毒药水、常用药品，万一受伤或生病时能自行简单处理。备粮方面，选择那些不需加热烹调也能食用的食品，如压缩饼干、即食罐头、坚果干粮等等。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准备家用应急电源或小型发电设备，以备短时间照明和给手机等设备充电使用。这些准备听上去像危言耸听，但经历过2022年乌克兰平民在断水断电下挣扎，或是台湾地震时超市物资被抢购一空的人都明白，关键时刻唯有平时多准备，才能从容应对。其次，学习一些生存技能也相当重要，例如学会在没有 GPS 和网络时辨别方向的技巧，如观星变向、利用指北针地图等，学会基本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包扎止血，了解一些净水、取火的简易方法，以至于掌握徒手修理常见设备的窍门。这些技能平日里或许用不上，但一旦陷入极端情况，它们就是你渡过难关的法宝。想象一下，全球停电时，你懂得如何利用户外雨水和简单滤器取得干净饮水，那你就比毫无准备的人多了宝贵的生存筹码。又或者当附近人受伤时，你会急救，你不仅能帮助他人，说不定也为自己赢得了日后互助的伙伴。末日并不仅仅是孤岛求生，也可能是邻里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时刻。冷静、自律并富有智慧的应对，才能把绝境变成生路。最后，我们还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信念支撑。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灾变，恐惧和绝望在所难免，但是请记住，保持冷静的头脑往往是生存的关键。恐慌只会让情况更糟，你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当前处境，评估周围环境的危险与资源，迅速制定行动方案。在黑暗中，理智是你最可靠的光。许多灾难幸存者的经验都表明，有条不紊地采取步骤行动，哪怕每次只解决一小个问题，都能让你逐步脱离险境。此外，心中怀有希望和信念亦十分重要。如果你有宗教或精神信仰，不妨在困境中祈祷或默想，这会给你勇气与安定。就像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人门楣上涂了羔羊血记号，死亡天使便越门而过。又如中古欧洲黑死病肆虐时，不少人也是靠着信仰毅力熬了过去。信念未必能改变外在灾难，但能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崩溃，坚持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我们当然希望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剧情永远只停留在纸上和荧幕中，永远不会真实上演。或许最终波尼的预言只是一场虚惊，科学家担忧的超级风暴也一直不来，那无疑是全人类之福。哪怕被别人嘲笑白准备一场，也是值得庆幸的。然而居安思危乃未雨绸缪之道，在我们享受便利文明的同时，不妨偶尔想一想，如果明天一切归零，我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毕竟真到了灾变发生的时候，后悔没有提前准备就太迟了。